第26届全国青少年壁球锦标赛即将展开，来自全国的年轻选手将在此展现技巧与热情。10月19、20，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场青春的较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第26届全国青少年壁球锦标赛。今天10月20号的中午12点钟，我们持续在新北市泰山区的国民运动中心为大家进行的是第2天的赛程。我是今天的主播李秉庆，很高兴为您邀请到专业的球评郑教练一起加入。教练你好。是，各位全国爱好壁球的观众，大家早。经过昨天激烈的预赛，那获胜者都进入今天的决赛。对，我相信今天决赛实力更接近，没错，打起来会更精彩，值得我们期待。是，那当然，今天我们也看到，包括了国男国女，还有高男高女啊，也要陆续来登场。那刚刚教练有说到啊，在今天的比赛已经来到最后的排名赛，甚至在这个稍晚我们要进行最后的冠军战。那我想如同教练所说的，今天的竞争会更加的激烈，尤其在经过淘汰赛之后，其实接下来选手他们的实力会非常更接近，对，是非常接近。是，像我们下一场接着要介绍的比赛，就是由国中男子组先行登场。那我们先看到蓝色球衣这一位就是彭少宏，他是上一届国中组的冠军。那穿绿色球衣这位是廖东春，他是最近壁球串起来的国中组的新秀，非常具有潜力。那这场比赛相信非常精彩可期，值得我们期待。那彭少宏我们也介绍过了，他昨天也是用全胜之姿轻松的进入今天的决赛，身高162公分，他球龄已经5年多了，是明德国中9年级的学生。平常他都是在北投练球，那当然他是我们壁球青少年U15以下U17以下的常胜军。那廖东春他今年12岁1年1个月的球龄，他是明治国中7年级的学生，等于说刚刚才接触壁球，是能有现在目前的实力实在是也值得我们期待。对，那两位选手其实昨天我们在转播的过程当中都有看到他们的比赛所以透过教练介绍，我们也更了解这两位选手的资历，还有他们过去的成绩。当然对于东春来讲，他接触壁球的时间没有办法跟彭少宏来相提并论不过我想能够不到2年的时间就有这样的成绩，应该是非常令人惊喜的部分。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是由彭少宏先行发球，今天的主审是孟竹明先生来担任，mark是李慧君小姐比赛开始0-0。彭少宏推了一个反手直线，拿下了第1分。这一球彭少宏回球过低，1-1。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彭少宏的反应非常快。廖东春一个小球放出去，球刚落地，还没有弹跳，彭少宏已经上去处理这一球了。但是彭少宏可能热身不够，现在这一球也是太低档了，力量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同样也是压在了后场比较深的位置反正廖东春目前力道看起来是已经开始热出来，但是发球失误太可惜。3-3。放球过低，对，上。这两位选手应该是刚开始还没有充分热身，所以球几乎都是太低，力道不足。这好的选手要赶快做调整，角度增加或增加力道，让球能够进入。这球你是 striker 了。对，所以裁判直接说判分了。是。当我们在判分的时候，一般 mark 都会看向主审，由主审来做判决，判决完之后 mark 来附送。6-4。放了一个小球，一样回放小球，拉直线。
在角度上的变现啊，是彭少宏还是打的很有想法。其实刚才廖东春那一球有机会，结果他打了一个斜线，角度没有拿捏好，弹出来刚好在彭少宏的手上，所以彭少宏就做一个很顺利的斜线反击了。好，在第一局来到8比4。是。抽了一个后方深又远的一个斜线，完全打入左后方廖东春的死角的位置。那我们看到彭少宏在连续得分的情况下，稍微将比分拉开来。是，但是彭少宏今天放小球已经3个失误了。可能在小球的手感部分要赶快调整哦。对，还没有充分热身。这2位选手在互拉后线。哇，第4个对，是今天彭少宏放小球已经出现4次失误这一局，对一个优秀选手来说比较少见。可能第一局就是没有完全热身。像这一球，彭少宏调整了一下，稍微拍面开一点，稍微高一点就进了，而且贴边，所以廖东春就不好处理了。好，那在第一局来到 Game Ball 是。这一次就放得非常的理想了，总算把手感给调整回来。第一局由彭少宏11比6击败了廖东春1比0，是1比0正式领先。主审看了一下时间，好，应该90秒的时间快到了。好，主审已经喊出15秒，要求2位选手入场继续第2局的比赛。对，那刚刚在第一局前半段其实两边都互有往来。那在分数上不断的纠缠之后呢，彭少宏突然他的手感慢慢的恢复是，那稍微将比分给拉开来。那包括最后一球，感觉他一开始这个小球的状态不理想，但是最后一球还不错。来看看第2局是不是能持续给压力，或者是廖东春但第2局赶快调整回来。然后少宏发球0比0。直线，这个直线是很有威胁性的，直接穿了后场，东回击来不及，1比0。这一球也是发的位置很好。哇，让廖东春在出拍不是很舒服的位置，对，完全被压迫。还是老问题。也可能是东他回击的力道没有预判的那么强，所以说少宏他的角度压了太大了，那就当了。如果这种角度是很强的力道，那当然就是一个好球了。所以一个好的选手要赶快做一个调整，对手力道没有那么强，你的压球角度就不能那么大，稍微拍面开一点，向前推一点，进球率就会比较高。对，调整完之后，
其实东东这一球打的位置是不好的，刚好打在对手预定的位置上，那对手顺手一推，只要进了就不好处理了。再来一个是哦，因为这时候他已经抓好他回弹的力道了，就比较好处理。哇，因为毕竟东东他身高也好，肌肉的发展程度也好，并没有到达一个很强健的那种地步，那所以他的回击力道不会很强。那这时候他对手就要注意到他角度的控制。很快到7-1了，因为这一局，邵宏已经抓到他的力道，是处理就很好。你看每一球处理都是到一个很好的位置，那东东就不好打，不好回击了。8-1，再放一个小球。哇，球在第2局是我们看到在彭少宏的部分呢、不断的放短球、放小球，而且都是在画面的左方，对，都是在这个位置。是，东东球只要一浮起来，他前局得的分数比较高，都是因为邵宏的失误。那现在邵宏已经抓到他的力道跟角度了。好，这一球邵宏他的反手 boss 回击失误，力道不够。再一个小球哦，又是同一个方向位置，对，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第2局啊，持续由彭少宏以11-2收下，目前已经是2-0绝对领先的廖东春。是。经过短暂的休息，选手赶快做调整。已经2-0，那廖东春已经退无可退了。看看第3局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邵宏的攻势。对，那尤其我们刚刚在第2局看到彭少宏。那在前场的这个小球的攻势从第1局的失误到第2局成为得分的武器。我想选手在场上调整的状况真的很快。在短每一局一个应该说90秒钟当中就能够把手感调整回来了，也看得出来彭少宏确实经验很好，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因为毕竟。邵宏大征小战，也到处征战，对，比赛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去年是国男组的冠军，是。那今年他的暑假，他也自费到了香港去比赛，也增加了很多国际比赛的经验。2位选手都已经进入场中，准备进行第3局的比赛。第3局是由邵宏发球，0-0。这球还是压得太低了。对，但这球东东回的是不错的，那球是很贴的，可是他的发球太草率，他几乎每局发球都有一个失误。对，第1局也有一次。是，发球一定要站稳，吸口气，看看对手的位置，看看自己的脚有没有踩线，再来稳稳的发球。发球是绝对不能失误，不是发进就好。对，而且要发到一个好的位置，制造对方的回击失误，然后这才是你得分的一个契机，不是站起来就发了，拿到球就发。其实这一球东东是可以不打的，因为很明显对方，你看裁判已经推门进去，
给东东一个警告了，他可能会先提醒再警告，因为对方就在他的前方，他是不能够出拍的，出拍会对前面的选手是一个危害。那裁判必须要做一个提醒或者是警告，因为裁判如果不做一个制止的动作，那下一次你在前面，那对手也往你身上打，啊，这个就造成一个不好的比赛的气氛。所以裁判在一个工作里，在一场比赛里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邵宏在第3局啊，持续给廖东春啊更多的压力。是，一开始就5-1大幅领先了。而且对于东春来讲是完全没退路啊，已经输掉2局了。是。好，这2位选手，你看拉正手直线是很有水准的。好，这球稍微浮起来了，浮起来反而制造了邵宏的一个截击的失误。对，邵宏截击有点求好心切，这种压太低了，因为对方的球速没有那么快，力量没那么大，你角度不要压那么多，不然这种角度下去通常都会荡。因为它飞行的方向是向下飞行的，那你没有动力，没有力道，这球是进不了的。哦，邵宏刚刚这个小球啊，是他突然给了一个前方的 boss， 对，东东发现这一球再上前来不及了。打了一个直线，哇！这个直线不够深啊，完全是在邵宏手上，所以邵宏顺手就一个斜线，反而压迫廖东春，又拿到了第8分了。对，而且这球呢也是这样的失误啊，所以比数来到了9-2啊，是再2分，邵宏就能够击败东春。是。好，来看到这场比赛来到了 match ball 了啊，这一场的赛末点。这一球一样，直接推了一个直线，是廖东春反应不及。好，我们看到这场比赛最终由彭少宏3-0击败了廖东春3局的比数分别是11-6、11-2以及11-2，恭喜来自台北市明德国中的彭少宏。是。
经过刚才一场激烈的、精彩的国中组、男子组比赛之后，接着登场是高中男子组的比赛。那我看我们红色衣服，这是号称的大魔王潘永瑞，他是去年这一组比赛的冠军。他173公分高，无一不语，征战多处。他现在穿的这一件红色底字写的 USA， 各位不要误会，他不是美国队的。那是因为参加世界杯的时候，选手都会互相交换衣服作为纪念，所以他这件衣服应该是跟美国队交换球衣交换来的。那他是目前我们台湾是青少年的冠军。那白色衣服这一位就是李佑安李佑安170公分，他有4年2个月的球龄，现在是延平中学11年级的学生，平常他都在台大练球。他也拿过110年这个中正杯的冠军，110年新人组的冠军，比赛经验也是非常丰厚。那今年他也到了澳门还有日本去自费参加当地的公开赛来累积个人的经验。那去年李佑安是高中男子组的第5名，是第5名碰上第1名，我想实力上是会有一点点差距但是2位的球技都是有很大的精进。那这场比赛一定非常精彩。潘宏瑞当然在这个排名赛的部分始终都是冠军是哇，这是大魔王等级的存在，所以其他选手要来威胁潘宏瑞，确实有他的挑战性不过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就看看这些选手们在平常练习的过程当中，我想也都会把第1名潘宏瑞当作假想敌，看看能够带给潘宏瑞多少的威胁。是。其实以青少年的国手来说，我们国内目前唯一可以威胁潘宏瑞的只有陈友友。那陈友友平常是旅居美国他在美国读书上课，他也比较少回来参加我们国内这种的学年度比赛或者是6次排名赛。但是在青少年国手选拔的时候陈友友因为他也具有我们中华民国国籍，他会回来参加国手青少年选拔。那唯一可以威胁他的，目前青少年来说，大概只有陈友友。陈友友我们昨天也介绍过，这一次在美国举办的休斯顿的世界杯，是世界杯青少年，他是打进了第41名，也是一个很好的名次。对，那当然潘宏瑞也有前往休斯顿，是。那我想，透过教练的介绍，也知道潘宏瑞到了这个美国的世青赛。应该是大开眼界了，也知道说，全世界顶尖的球员他们的水准。那我们接受到一定考验之后呢，回到台湾再继续精进自己的球技。是，经过选择发球权是由李佑安发球。那李佑安的习惯是热身完会出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脱他的外套喝一口水，然后调整一下再进去正式比赛。但是我昨天也有介绍过，这个动作也是必须在1分半之内完成。他有经验的主审，他在你离开之后，他也会按下码表。如果你在1分15秒之后还没进场，他也会喊15秒，也会喊15 seconds。好，李佑安现在回到场内。这场比赛开始，那这场比赛的主审是吴佩君小姐，marker 是吴怡珍小姐。比赛即将开始，0-0。挥击没有进，对，所以潘宏瑞拿下第1分。宏瑞的发球，回了一个 boss，这个点很好，没错，刚好落在墙角的部分。1-1。潘宏瑞反应非常快，速度也快，
好，但是李佑安他就是打点，他的球以高吊球为主，好，这个球失误是不太应该，因为打到面前的球一定要好好把握。好，突然拉一个斜线的长球，对，还有，但李佑安就是把球拉高、拉远啊，但是这球太高了，前排的主墙上就已经压线了，好塞。放个小球，好，裁判是拿，因为这球已经2跳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两个人风格是不一样的。李佑安的球是比较高的，啊，是打他的点，啊，但是失误太多，啊，已经2个这种非压迫的失误。对，那现在来到了4-2，啊，领先的还是洪瑞。对，又加压，拉了一个斜线，但是打在线上荡。啊，刚开始大概选手还没有完全热身，哦，非压迫失误是多了一点。这球落在红队左后方角落的位置，直接一个 nick， 所以没办法回击。现在4-4。哇，佑安把分数追上来了。是。他的球就是高高的、慢慢的落下来，让你不好处理，啊！但是这一球，红队直接一个 volley 就下去了，点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哦，还适当，对，佑安这个力道太多，对，还是没掌握好，完全还不在比赛的状况，哦，热身可能也不够，失误是多了一点，斜线，哦，再一个斜线短。但是佑安就是高高的把球落起来，啊，等待下一球的机会，球拉高 ，boss， 又把球挑高挑到后面，佑安打球风格就是这样。直接截击。对，这一球的来回就很多 ，volley 就很精彩，再拉起来。哇，对，这样子的失误啊，佑安真的吐出舌头啊，都是都是掌握优势所失误，这是最不应该的。因为你在跟对方拉力的过程里面，你就是要制造优势，那优势已经出来了，对方已经给你得分的机会了，结果你的 Q 下去是自杀，都是免费送分，那这样你的比赛就不好打了。没错。而且你碰到的还是实力超强的大魔王等级球员，是，这个容错率是很低的。对，那可能他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打不出他应有的实力来，这也有可能。直线后场，斜线。啊，他没有预判这一球弹回来的角度，站太近了，所以这一球很快到了一个 game ball， 一共6个局点。第一个我们看到佑安确实在第一局失误过多的情况下，让潘洪瑞是1-4啊，率先抢下第一局，暂时1-0领先佑安。是。
经过短暂的休息，好，准备要进入第2局的比赛。那第1局明显看得出来，李厚安的失误过多，没有发挥应有的实力。好，当然对到这种国内排名第1的选手，压力是会有，但是一个好的选手就是要赶快调整自己的状态。没错，就把胜负先摆在一边，将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准。这是一个选手必须要做到他基本的条件。第2局由红队发球，0比0。再一个失误。一个 volley post， 对，漂亮的跨步，对，哇，再打一个斜线的长球，他这个整个路线的搭配，对，当然右安这个小球企图完全被潘宏瑞掌握了。所以潘宏瑞我前面已经讲过，他反应非常快，速度也快，当然这一球右安回了一个直线，回得很好，1比2。当然他这个发球是成功的。那宏瑞回的不好，回到手上，那右安只要不要失误，就可以稳稳拿下这1分了。对，可惜，哇，宏瑞刚刚。这一球是比较不好处理，因为右安放这个小球是很贴的，放小球，再调个后场。结果右安还是被压制了。对。因为这球已经贴墙了，如果你要打 boss， 力量还是要出去。可是选手又怕球拍受损，又不敢太用力，那这球就不会进了。我们这有连拿2分回来，扒了一个，直接压，还有。哇，倒地，赶快还原吗？哇，对，因为这球他来不及起身，那当然右安机会就来了，直接打了一个 reverse 的 boss 逆向的。右安发完球没有全神贯注了，他没想到红队会回放一个小球，他以为又是抽长的。红队这个连放了2个，左一个右一个，2个前场小球。是哇，这个余耀的飞身救球，是2跳了。宏瑞，哇哦。是不好处理，对，红队这球又直又贴，不好处理。现在高中组的4强各在1号、2号场地在比赛，那1号就是右安跟宏瑞，那2号是徐伟恩和彭少谦，他们在争取准备进入前面的决赛。就是赢的是争1、2名，输的会打3、4名。在第2局，现在来到了局点。是。哇，这个小球顺手一波，对，放得非常的潇洒。11比5，再下1城。那目前宏瑞2比0领先右安。
好，这一场比赛呢，双方要来到第3局啊，当然前2局都是由洪瑞顺利胜出。是。现在准备进入第3局的比赛。经过这90秒短暂的休息，不知道李佑安有没有想出破敌之策？画面上也看到洪瑞，但神情还蛮轻松的。是。如果还是按照这个节奏进行下去的话，第3局的结果是可以想见的。那这场比赛也可以想见他的结果。现在洪瑞2比0领先，第3局洪瑞发球0比0。直接正手发了一个小球。boss 还有直接在一个斜线的长球这是打到对手最遥远的位置，所以右安是从左前方向右后方移动，来不及了，因为毕竟洪瑞的球是有速度的。到了第3局，洪瑞势如破竹连拿3分。是。放小球失误，佑安对自己的表现当然不太满意，对他觉得可以更好，所以从表情看得出来。对啊，他刚才对他放那个小球，他很失望，就再一个原方向、原角度，再一个荡的小球，要赶快调整。哇，那洪瑞给佑安的机会并不多了，是在第3局已经来到开局5比0。再来一个6比0了。或许李佑安想保留体力，争取后面的第3名，也有可能。但看到洪瑞刚刚劈腿啊，是他立刻就爬起来了，就准备应战下一球了。这是他的强项。因为这球回的不好，刚好回在洪瑞的位置上。洪瑞顺手一个 volley drop 就下去了。佑安还是原来的策略，稳稳的往后拉，往后拉，然后拉着拉着自己就失误了。面对到魔王啊，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一关是太难突破了，要得分都很难。这一球虽然洪瑞弹开了，但是主审认为说你离开的太慢，也影响到佑安的击出制胜分的机会，所以还是给了 stroke， 佑安就借由这个 stroke 拿下了第1分。好，突然直线拉长，做了一个假动作的直线，但是佑安没有被他骗到，可能大家常打球都很熟，因为平常佑安还有洪瑞、邵谦、邵宏，是他们每个礼拜6几乎都会在北投运动中心一起练球，所以对彼此的球路也算是熟悉的。直线，再来一个 boss， 好，突然发力又打到佑安不好打的位置，没错，所以我们到看到了赛末点了10比1啊，遥遥领先的是洪瑞啊，是。佑安打了一个 boss， 来看看佑安，对，造成洪瑞抢救不及啊，2比10，能不能继续延长战局？outside 啊，还可以要化解7个赛末点。哇，轻轻一放，对，结束了这场比赛。对，洪瑞第3局同样以11比3收下，最后是
3-0，红瑞击败了佑安啊，所以大魔王啊，当然在冠军赛我们也期待看他更精彩的表现啊。3局比数11-4、11-5以及11-3。是。刚才我们看了一场精彩的高中男子组的比赛，下一场接着要跟各位观众介绍的是国中女子组一场重要的比赛，也就是前4强的比赛，是由李幼琳来对潘威宇。这场比赛主审是吴佩君小姐，跟着她是 Marker， 然后主审是吴宏一先生。现在主审在催促选手赶快进场。比赛即将开始。那开始之前，他们有4分钟热身的时间。我们看到画面上，现在击球这位穿比较深色球衣的，这位就是李幼琳。她就是去年国中女子组的冠军。李幼琳身高156公分，今年14岁，球龄是2年4个月，目前明治国中9年级的学生。他的父亲就是有名的教练，也是明治国中的创始教练李嘉洲。李嘉洲教练在明治国中的亲情培育下也是培育了很多国内优秀的壁球选手。那我们看到穿苹果绿这位就是潘威宇他是去年国中女子组的第3名。今年14岁，身高160公分，他是石牌国中9年级的学生，学龄是2年1个月。平常他是在北投运动中心练球。他战绩也是非常丰富，他拿过全国112年全国分龄赛这个15岁组的冠军。在排名赛中他也有屡有佳绩这2位选手的实力是比较接近。当然就战绩跟目前实力来看李幼琳应该是略胜一筹。对，那幼琳同时也是去年的冠军是所以今年是来寻求卫冕，当然在实力上面是相当出色。是。那女子组这一组来说，前4名比较强实力的，那大概就是李幼琳潘威宇这边这一组。那另外那边那一组就是吴宇佳和李淑玉。这4位选手在实力来说，应该是排名前4名的选手。刚刚有提到吴宇佳跟李淑玉这也都是有代表台湾去参加世青是实力都相当的出色。我们也期待待会在转播的过程当中可以看见他们的表现。其实，在今年1月份在做这个世青国手选拔的时候其实李幼琳、李淑玉、吴宇佳他们实力是相当的，但是那一次比赛里面是由吴宇佳和李淑玉胜出。所以李幼琳很可惜，他没有选上今年世青的国手。所以现在大概4强的影子已经浮现出来了。国中女生组大概就是李幼琳、潘威宇吴宇佳、李淑玉这4位选手。那国中男子组呢，应该就是彭少宏是李佑成林月还有廖东春这4位就是应该是国中组的前4名的选手。那高中男子组那当然就大魔王潘宏瑞
好，再加上彭少谦，李佑安、徐伟恩这4位是高中组大概前4名实力比较强的选手。那高中的女子组，因为只有3位选手报名，所以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登场吧。那3位选手里面，应该是潘威宇的姐姐潘艺彤，应该会独占鳌头。那现在比赛开始了，李幼麟以1比0领先。其实这球是可以不打的，打了，是，他既然打了，继续比赛。其实主审这时候应该进去做一个提醒，这种球是不要打的，危险动作，怕打到前面的选手。好塞了。放小球。现在是2比1，暂时由潘威宇领先1分。这球勾回来，是做一个斜线，是这球强劲有力，突然的发力了。对女生选手来说，要转身再处理这一球是有点困难。再快速压了一个反手，潘威宇赶上来了。可是你看李幼麟这一球，顺手就放了一个左前方的小球，潘威宇是来不及的。3比2，现在李幼麟领先1分。再一个小球，这球没进，那应该是两跳了，应该是李幼麟得分了。没进。现在李幼麟开始展现他左右的攻势了，是左一个右一个，而且速度又够快。这球有点 lucky， 他是打到墙壁之后把力量减弱，所以这一球就很轻盈的落在前场，李幼麟根本来不及去处理这一球，又扇了一个快场后场，但这一球力道不够。幼麟跟威宇现在来到6比3，哇，这一球还是低了。是，反手放斜线小球是一个好位置可惜没进。这球力道还不足 ，BOSS 的力量还是要出来。如果力量不够，就要靠角度。没有力量，没有角度，那球是不会进的。但这一球很好，潘威宇直接放了一个反手直线小球。李幼麟抢救不及，这球够深 ，BOSS 又放了一个小球，5比8。来不及，所以我们看到幼麟是左边一个小球，很灵巧，对，右边再反手放个小球，所以潘威宇根本来不及赶上去处理这一球。到了9比5，又是前场，对，再扇一个后场就没机会了。这个发力真的都可以预测到，但是你明知道他会这样打，但是在路线上的选择确实让潘威宇很难第一时间就能够抵挡得住。局点。第一个局点就拿下来了，对，比分是11比5，哇，幼麟暂时1比0领先了威宇。是。
好，主审吴宏一和 Mark 吴佩君还在讨论刚才某一个球。好，现在主审拿出码表，准备要提醒选手。当然在现在局数上面对于幼林来说是先取得了15秒优势。现在2位选手陆续进入球场，准备要进行第2局的比赛。那第1局是由李幼林拿下。好，裁判已经喊开，现在李幼林才进入场内。就李幼林发球，0比0。在技术上，幼林是暂时1比0领先了威宇。是回回击太轻了，对，一开始就失误了，就当了。好，这球很好，他推一个直线的小球，也没有很深，也没有很快，但是李幼林没有注意到这一球。然后这球发球也发得很好，李幼林没办法回击。目前是潘威宇2比1领先。放小球，但是这个小球没进，压在线上。那现在3比1啊。对，威宇对，很快幼林就少了一个反手的斜线。在后场的正派的位置啊，可惜。再少一个，这个位置潘威宇不好处理。潘威宇离这个球也太近了。他的挥拍力道没办法完全的发挥，等于受到阻碍了。对，就被挤到了。其实我们跟球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你的挥拍才有力道。如果你跟球靠太近，会影响到你的挥拍，反正力道不足。好，追回2分，现在4比3领先。好，裁判认为这球已经2跳了，所以李幼林拿 up 打成4比4。目前暂时平手，放了一个小球，但这个企图被李幼林发现了，结果潘威宇在挑球向后的时候压线失误，直线后场，放短，再一个拉一个后场。好，挥空，因为这一球威宇在移动中还要举高跳起来挥，这个连贯的动作造成威宇本身失误，压得过低了。其实挥拍的过程中是可以看出潘威宇他是有网球的影子。他的正拍压球很明显，是其实壁球是甩鞭子，要控制的球拍跟把自己的手上的球拍当做一只小皮鞭，它是甩出去的。你绷直的压不见得会更有力量。了解。因为这球打到中间来了，潘威宇要求一个判决，裁判直接给了，就 stroke。拿下了第5分。哇，很快又到了局点了。对，又压在了后场非常深远的位置，让幼林来到了10比6。是，有4个局点。这一球，这个压球压得恰到好处，刚好落在线上，又靠边。李幼林完全愣在原地，再压一个，但是他有准备了，拉个直线，这球没进，没错，8比10。现在2分的差距，是拉回2个局点，再拉一个直线 ，boss。
啊，那双方比分紧张喽。对，因为刚才幼林那个 BOSS 球没有上墙，那掌握这个机会，反手拉一个快速直线，没错，那是在以11比9。这个威宇啊追分的过程当中，功亏一篑啊，2分之差，幼林啊是再拿下目前局数2比0领先的对手。是。好，那这场比赛呢，双方要来到第3局。那当然，幼林呢面对到威宇啊，还是取得了优势。好，现在经过短暂的休息，很快休息时间到了，裁判已经喊胎。啊，选手现在已经陆续进入场中，准备进行第3局的比赛。啊，目前幼林是以2比0领先。对啊，虽然在第2局啊，威宇一度追到了1分差啊，不过幼林啊还是稳下了阵脚。哎，好，这一球小球放得很好，啊，幼林上去太慢了。其实幼林他的发力做得很好，球速够快，可是他的移位还要再加强一点。哦，那威宇是连拿2分哦，是在关键的第3局，要赶快集中精神。哦，这一球回得很好，他压下去之后直接落在左边尼克墙角的位置，哦，轻松拿下这1分。所以发球非常重要，你的发球绝对不能让对手好打、是好回。那你一发完球你就准备挨打了。所以我们选手，我是建议要多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是要多练发球，将发球一发就是练到一个对手不好回击的位置。那对手回的不好，落在中间、落在前面，啊，你顺手就可以做一个很有效的得分。哦，发球是很重要的，要提醒我们国内所有的壁球爱好者。不过在第3局，目前威宇已经来到了5比1啊。对，又是小球。好，这一球幼林就有准备了啊，他就先上前，那这一球也算很运气好，直接落在右后方墙角尼克的位置。好，2比5暂时落后。好，够深。再回击直线，这样来不及。哇，真的来不及。对，因为幼林这个挑球，挑起来完全是在潘威宇的手上，潘威宇连移动都没有移动，那他当然好打了。BOSS， 小球，好发力哦。对，这个位置就是非常有效，让调动了对手，然后自己又不要失误。你看，虽然这个直线没有很贴。但是他一个弹跳到了后场，对手就不好打，啊，就是不要失误，放小球。但是潘威宇早有准备了，他已经知道你要放小球了，所以你一出手，他已经往前冲了，回放你一个小球，那幼林就来不及。是，那威宇现在来到了7比3啊，我看看能不能延长战局。好，幼林又打了一个反手尼克的位置，位置很好。威宇根本来不及，再拉一个直线。哦，这个位置很好，因为这个直线的位置很尴尬，没有很有力量啊，但是啊，他就落点很好，贴着墙走，那威宇就很难处理了。哇，结果这个正手对真的没处理好，像这个威宇的动作不是甩鞭子，他是用推的，
是用网球推击的方式，这种力道是不足的。如果再没有角度，它是不会进的。退无可退的威宇啊，在第3局现在是2分领先的幼龄。是，而且这个位置又放得很好，幼龄上前不及。现在9比6了，再回一个直线，再放个小球。这球很精彩，落地力很好。可惜这一次威宇他挑回来的小球刚好在幼龄手上，幼龄就顺手回击了一个反手直线。还是2分差的比赛，在第3局。自己的截击失误，拿下一个局点的机会。对，3个机会。追回一个，现在8比10。幼龄发球上去，放个小球没进，所以由威宇拿下这一局。对，哇，威宇啊，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之下，在第3局11比8收下，目前局数追到1比2。是。好，目前比数是2比1，幼龄暂时领先1局。第3局是由威宇拿下之后呢，那第4局是由威宇来发球。裁判已经喊15秒了，2位选手准备进场进行第4局的比赛。好 ，time 时间到。可是我们2位选手还慢条斯理的没有进场。我们的主审是比较温和的吴弘一。如果是比较严格的主审，这时会给2个选手各1个警告。裁判喊胎，2个选手就要立刻进场，不得有任何延误。是，事实上，裁判喊15 second 的时候就要开始准备要进场。OK， 你耽误了时间进场，裁判是会直接给警告的。好，威宇刚直接拉了一个直线后墙逆可球，拿下第1分。这一球幼龄打到威宇反手一个不好回击的位置，1比1。突然发力的加压，再调短，3个右后这个斜线啊，这球打得很好，所以幼龄的挥拍是有力量的。如果他人移动的速度也跟球一样快的话，将来大有可为。这一球发球的位置很好，威宇是无法回击的。3比1。这球是个 lucky 球，因为威宇回击的时候先敲到墙壁，已经减缓的这个力量，然后落下去刚好又在墙角位置，幼龄是没办法回击的。这个小球放得非常的好因为他有骗到了幼龄。他本来是要放左前方，出手的时候突然推向右前方，打了一个斜线。这个转身啊，这个球没有掌握住。对，这球打的位置很好，因为威宇是判断他会拉直线，所以他已经往右后方移动，结果幼龄出手的时候是打向左后方，这个转变造成
威宇的回击步。现在5比3，幼林领先2分。对，这个就是没有做一个甩动的动作。那这球已经受到压迫了，你不做甩动又没有角度，这 boss 是不会进的。哦，在接发球，是接发球又失误。这时候有经验选手就跟裁判示意蹲下来绑鞋带，啊，让对方的攻势暂缓一下，啊，不要让对手的攻势就是一直连贯，一直连贯，一直连贯，打到自己都头昏眼花的。没错，一下子你看从刚才3比3、4比3、5比3，现在已经到了一口气连续得分9比3了。是，哇，打了一波6比0了。是，所以我要提醒我们国内的这个选手，当这种情形的时候，要赶快让自己的情绪缓和下来。那如果缓和不了，就技巧性的跟裁判示意一下，我鞋带松了，我系个鞋带，一般裁判都会同意的。对，这球应该会给 stroke。哇，因为幼林打完之后，人来不及移防的时候，球影在你身边穿过，对方又完成击球准备，就会给一个制胜分。哦，这一球又是挤压到对幼林的反拍啊，5比10，但是还是有5个赛末点，进了，上来拉一个直线，麻烦了，再放个小球，再拉个直线，还有，但这一球压线了，没有进。还有，所以潘威宇是很认真的发压，对，他是绝不放弃的，拼到最后一分，是很精彩的比赛。所以在第4局最终还是幼林技高一筹啊，顺利的收下。所以在这场比赛呢，就是以3比1的局数啊，获得击败威宇啊，比分分别是11比5、11比9、8比11以及11比6。是。刚才那场比赛，吕幼林终究还是以3比1击败了潘威宇，是恭喜幼林挺进了冠军赛。那下一场的 semi-final 就是由吴宇嘉对吕书玉，也就是说这场比赛晋级的，就是要和李幼林来争夺冠军。落败者就是要跟潘威宇争夺季军。哇，那接下来书玉跟宇嘉，在我们刚刚在稍早也有提到，两位选手都在今年呢代表台湾前往美国休斯顿参加世青。是，所以相信他们两位在这次出国在世青的各场比赛中跟各国的选手较量，也吸取了很多的经验。那这两位选手，等一会获胜者就会跟幼林争夺冠军。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目前两位选手已经在场内热身了。我们看到穿浅绿色这位选手就是吴宇嘉吴宇嘉身高很高，他175公分，目前是这个幼华中学9年级的学生他平常都是在北投练球。他今年14岁，球龄有2年1个月。他拿过113年这个排名赛的这个组别
的选拔第1名是，113年台北市北投区竹尾杯 C 组的第2名，113年全国分龄赛13到15岁组的第1名其实战绩斐然呢。那吕淑玉比较没有参加6次排名赛他就是在重要比赛，例如说国手选拔或者是像这个学年度的比赛吕淑玉才会出来参与比赛就比赛次数跟经验来说，吴以嘉可能比较好。那就他们击球的力道，吕淑玉会略胜一筹。那吕淑玉就是在场内穿深黑色衣服这一位今年14岁，身高163公分，他是石牌国中的学生，球龄有4年平常都是在北投运动中心练球。这场比赛应该是势均力敌值得我们来观赏。对，那2位选手在去年全国赛的部分，但淑玉最后是获得了第2名，是。对，那吴以嘉是获得第5名，是。对啊，以过去的记录跟名次来看，吕淑玉是比较占优势。身高上面，当然吴以嘉是比较占优势的，毕竟他们有差了12公分高的身高。好，现在经过2分钟的热身，换场 ，half time。那选手在热身的时候要注意到自己拉球的次数。像我们刚才看吕淑玉，他就是拉了第5球之后，他就会把球给对手这昨天其实教练就有提到，这等于是在热身当中的一个公平热身，对规则或者礼仪大家都是在相同的条件下呢进行最后的热身是在壁球规则里面，在公平这一章里面，他就有特别提到这个公平，所谓公平2字是包含了热身。是赛前也算也列入。你一进入场内，连热身这个在裁判的这个勤务规则里面，你就是要一个公平的执法。你不能说一个选手我在那边一直拉，我全都热了，结果对手冷冰冰站在那边，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热身，这裁判是要立刻制止的。各地裁判都有他自己的风格，像我去年去香港担任亚洲杯裁判的时候，裁判群里面他们就会严格执行一个动作，台湾选手比较没有在意的，就是你的汗手不可以抹在墙上那台湾其实我刚刚就有发现，台湾选手都有会有选手会把汗这个动作，就是手掌或手肘的汗抹在墙上或后墙的玻璃上。在香港比赛的时候，香港那边的裁判是严格禁止的。因为你将汗水抹在上面，这个墙壁是不吸汗的。当你球刚好击到那个点，它是会滑球的。这一个滑球对这个比赛来说也会造成困扰。是，所以裁判会制止你把那个汗擦在墙壁上。是由吴以嘉发球。吴以嘉他们习惯就是热身完会出来接受教练的调整。喝水、休息、擦汗，将自己的状况调到最好，然后继续做比赛。其实我们比赛就是一开始就是要全神贯注了。对，那看看能不能先把对手压制住这在士气上是有很大的帮助了。先声夺人，先压住你再说，没有说我进去先让你2球的，你让2球你气势就没有了。没错，而且这是11分节奏很快，所以2球的这个差距来回是4球是。好，比赛立刻要开始了。那这场的比赛，这个主审是林启堂先生，那 Mark 是陈景汉先生，这2位都是我们国内很知名的教练。现在吴以嘉立刻3了一个反手直线，又第一分又贴又快，拿下了第1分。非常的果断是。这球也拉了很直很深，互拉直线之后，直接吴以嘉做了一个截击，拿下第2分。
身高也有是他的优势啊。像那一球，他根本跳都不用跳，手伸起来就是一个截击下去了。啊，苏玉接发球失误，他打了一个 boss， 力量也不够，4-0。吴宇佳突然放了一个小球，苏玉上前抢救不及。对，哇，5-0，在一开赛连下5城，是勾直线，吴宇佳直接扫了一个后场，对，而且是一个斜线对，直接压迫到苏玉的左后方，6-0。这个发球位置也发得很不错，当然，苏玉这个回击反手直线是有他的水准，造成吴宇佳的 boss 失误。对，好，那总算苏玉也得分了，1-6。对，这个直线拉得很好，反手压迫打了一个 boss， 再回击一次被压迫到了，所以苏玉他砍斜线是有他基本的功力，他砍斜线是有他的球速的。他直接发了一个快速球过来，也压迫到吴宇佳。像这种球如果过来，你已经被压迫一次了，下次再来就要直接截了，不然还会是同样的结果。这个反手直线拉得不错，好，再发力。对，哇，裁判很拉的，因为这一球是2跳了。好，7-3。这一球吴宇佳反手压前面的小球，巴莱就失误了，压太低了，直接回击。吴宇佳上次已经吃过一次亏了，所以他这一次他就直接接了。但是看李淑仪这个回的这个正手直线是很有他的水准的。哇，现在分数追上来了，5-7。对，你看他直接接了，所以吴宇佳也是个很聪明的选手。他吃过他一次亏，他就不会再第2次了。6-7，现在吕淑仪追上来了，直接截击，直线。就淑仪是直接拉了一个斜线，完全出乎吴宇佳的意料之外。吴宇佳还在看，准备要抓他的直线，7-7了。对，这就是有点 lucky， 也是一样，球拍线碰墙，再打到球。力量减缓了，所以这球掉在线上。这球苏玉打了一个左后方深远的长球，吴宇佳也是反应不及啊，现在已经打到8-8平手了。哇，在第一局就非常的焦灼。对，这一球并不好处理。boss 拉直线，截击，好球！哇，吴宇佳这一球打了右后方非常深远的一个角落的球，太深了，所以让苏玉最后用正拍出手还是发生了失误。所以很聪明，他这时候就跟裁判示意一下，因为他知道后面这一球非常关键，他就缓一下，跟裁判示意说他鞋带松了。其实这也是减缓对方攻势的气焰，让自己稳定下来，想一想我下一球要怎么打。果然是有经验的选手，是有经验的选手。直接一个 volley 下去，好球，拿到一个局点10-8，有2个局点的机会，他就暂停一下，说调整眼镜，再volley一个。放球没进。对，这个斜线的短球可惜了，所以吴宇佳11-8抢得了头筹，但是1-0领先的李淑玉是拿下第一局。
好，比赛即将要进入第2局。好，这90秒的时间，就是选手要赶快做自我的调整，喝水、擦汗、休息。如果有带教练来的，那教练就会给他做一个指导。也可能是用直播的，用 FaceTime 的方式，请教练给他做刚才我击球我有什么问题，我回击有哪些问题，我的球点是不是选择错误，对手回击的时候我的位置是不是没站好，来做一个检讨。现在裁判已经喊time了。好，第1局由吴宇嘉11-8拿下，所以第2局是由吴宇嘉来发球。两位选手在第1局的分差是非常有限，所以来到第2局看看苏玉对，像刚才吴宇嘉进门是用脚关门，尽量要避免OK 这都是一个细节。对，有些裁判他会在意你用脚关门，有时候太用力，可能裁判就给你警告了。很多细节，我们的选手去国外，尤其国外比赛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些细节。进门就是轻轻用手将门带上就好了，不要用脚一踹，那门梆一下，会给裁判带来不好的印象。因为裁判毕竟他也是个人嘛，他也不是机器，而且在关键时刻他还是要来他有自由心证的，是。这球回击太轻，在左前方荡，吕淑仪拿下第2分，目前。这一球吴宇嘉回击又失误了，3-1领先。这个发球是其实在美国的时候，我有跟吴宇嘉讲过，你在反手接发球的时候，不应该出左脚。你既然用右脚击球的时候要出右脚，所以你应该是出右脚准备接发球，但是吴宇嘉就习惯出左脚接发球，球到的时候再往前挪右脚，就会造成误差。待会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吴宇嘉接发球的动作。这球扫了一个很深右后方的直线，打得很好，拿回1分，3-4。好，小球。再拉直线，对，少一个，硬勾了，这球不错直接接，但结果想要放短，失误了。好，你现在看吴宇嘉接发球的动作，他都出左脚，然后球来了再上右脚，对不对？等于造成自己的距离方面的误差。你既然要出右脚在前出拍，准备接发球就应该出右脚。当然我这是给他个人的建议，但每个选手有他自己的习惯。对，只是说以我们一个教练来看这个动作，如果你直接出右脚接发球，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就直接站在你要站的位置。我只是跨脚跟缩脚而已。是。好，那现在苏玉是6-3领先了宇嘉。这球又挤到吴宇嘉了。7-3了。好，你看他接发球都出左脚，球要接了，突然上右脚，就造成他距离上的误差。抽一个有力的直线，再一个。好，看这一局吕淑仪的力道就出来了，所以前面我就分析就是说，其实吕淑仪回击的，他出拍挥拍的力道是比较大的。再甩的一个反手，好，来到前场吊短，哇，这球宇嘉勾不起来了。对，因为他已经被苏玉压迫在后场，那你球打到他手上，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要甩后场还是要放前场，甩了一个斜线。而且我们看分析这个球质来说，这一场苏玉的球也打得比较深比较远。那宇嘉的球都在前面，很快拿下了局点了，而且有7个局点。
直线，这个直线就很好，再一个直线就得分了。啊，因为我们第一个直线是取得优势，是啊，那第二个实现是要就致命了。对，没错，就是个扣扳机的时候了。目前比分4比10，拿回一个。2个，这一球苏玉等他掉下来就不太聪明了，因为这一球的位置会很尴尬。既然没有十足把握会弹回来，就截击。啊，我们去年暑期集训有请马来西亚国家队教练关汉中关教练，好来给我们青少年做指导。哦，关教练他给我们指导，在我看来。最有利的部分就是最值得学习的部分，他就强调截击啊，球不要碰后墙，压缩对方准备的时间。好，现在6比4。刚才苏玉接左前方这一球的时候，球赢2跳。哇，那现在的分差又逼近了，哇！两位选手真的实力太接近。第一局是宇佳拿下来，不过当时是11比8，现在是7比10。好球，还有，好8比10。对，哇，这个反拍啊，9比10，对，切得太低了。对，求好心切，想一球把这一局拿下来。其实这个时候是你领先，压力在对方手上，好，应该是要稳扎稳打。可他现在就是一直没办法拿下这一分。好，拔了一个，再接回来，这个位置很好，至少挤压到对手。可是吴宇佳就是不放弃，每一球都给你拉回来，每一球再给你拉回来，麻烦了。哇，这球没进了，所以最后在第二局依旧是由苏玉啊惊险的2分之差拿下，双方战成1比1平手，是实力相当。好，经过激烈的交锋，现在目前是以1比1战成平手，而且比分都非常接近。哇，2局都打到最后阶段才分出高下。对，第一局吴宇佳是11比8，哦，赢了李淑玉。淑玉第二局反以11比9拿下了第二局，所以目前1 game over。哦，是战成1比1的平手。这个实力啊，真的很难看得出来到底谁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是，现在裁判已经喊15秒，两位选手要进入场内，准备进行第3局的比赛。第3局是由李淑玉发球。好，比赛即将开始，0比0。淑玉发球，直接截了一个小球，再放，回放，好。吴宇佳这个小球放得很好，淑玉是回防不及的，1比0。哎，这一球，对，这球没挥中，这一球打的位置算是很好，靠墙角的位置，吴宇佳不好处理。
哎，又失误了。对，啊，现在形成3-1了。这个截击放得很好，因为吴宇佳手长脚长，他站这位置他根本没有移动，一伸手就把你球碰下去了。那只要进，苏玉就不好处理这一球了，因为刚刚那一球位置完全被吴宇佳预判。好球，啊，现在双方互拉正手的直线，哦，都拉得很好，很直，不好处理。突然的改变方向，再来看这个速度，还是来得及，再调短，好球，直接发力，哇，太急，真的机会球。现在苏玉向裁判，他先问了刚刚那一球，问完之后裁判确定说那一球是好球，然后他趁机绑一下头发，缓和一下他的情绪。现在是3-3。李书怡这个失误不太应该，因为球就在他手上，对，他推进就有非收获性的失误。对。宇佳现在他的好处就会直接截，但是目前苏玉也很聪明，他知道他截击之后那个球都是在右前方，所以你截击可以打一个 volley 的 boss， 把球换个方向，可能会效果会好一点。这 stroke 哦 ，stroke， 对，这就很明显的球打到自己身上，根本还来不及退，对手已经上来做击球准备了。你妨碍了对手击出制胜分的机会，那就是 stroke。这个击球太慢，迟疑了。啊，可惜。对他这一球，当然打进也不见得会有力啦，因为苏玉已经上去了，他已经预判到这个位置，拉太高，8-4。第二局很快就拉开了。哇，这个位置。太不理想了，完全主动权是掌握在苏玉的手上了。是，你一回击，你根本还来不及退，对方已经抓到你的球回击了。不错。双方互有来回，现在苏玉很聪明啊，一个、两个，第三个就不是直线了，就突然回了一个斜线。吴宇佳根本就没想到这球是斜线，等他转身过去已经来不及了。好，拉一个直线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拉长直接压迫到吴对宇佳，吴宇佳 down 啊，所以在第3局，苏玉是1-4收下，目前2-1领先的宇佳。是。中间休息时间，现在苏玉是以2-1领先。现在苏玉的爸爸妈妈都在这边为他加油打气。
好，顺便再给他做最后的指导。但苏玉从一开始的落后到现在的领先呢，是。那吴宇嘉的教练洪教练今天也有来，他们可能是在后面镜头看不到的位置，洪教练在给吴宇嘉做临场的指导，希望他的 coach 能够对他第4局有正面的发展。如果照这种方式再打下去，对吴宇嘉是非常不利的。现在裁判还没有喊15秒，现在好了15秒。好，吴宇嘉可能还在后面，他的教练还在跟他做最后指导。好，现在吴宇嘉也进场了，准备要进行第4局的比赛。那在局数上当然是苏玉2比1领先了宇嘉，那由苏玉来发球，0比0。这一球压过到苏玉了，宇嘉拿下第1分。这一球打不好了，没站好。其实也是位置太近了，球拍发力的时候不够。2比0。同样，这个起拍出拍稍微去碰到了这个后头后墙，打了一个 boss， 扇了一个斜线到后场，再放个小球，这个小球发挥效果了。这种球只要稳稳放进，对手就不好打了，因为球这么中间，对手还在后场，他根本是没，你只要打进靠边，对手就不好处理。这时候就绝对不能失误，失误就是送分，来回差2分。对，宇嘉发球，哇，真的挤压到了，等落地再出拍就没有空间了。我前面也讲过了，非劫不可。当球落下来是个尴尬的位置的时候，根本不用考虑的，就是截击，球就不要让它碰后墙。好，这球也是，你等它落下来弹起来，你已经不好打了。好。而且是正拍，更要把它截下去，不要让球落地。好，这球他就截了 ，boss。就反过来了。对，第4局，吴宇嘉大幅领先，他的2、3局都是大幅落后的。宇嘉认为苏玉太靠近他了，他击球不好打。裁判认为说这球已经有点过了宇嘉，你也打不出所谓制胜球就是这一球就let 重发。这球很漂亮，吴宇嘉反手直接一个 Vari Joe 就下去了，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位置。所以苏玉回防是来不及的，很快来了7比1了。哇，宇嘉是很有机会将战局的扳平。boss 直线，现在互拉直线，就吴宇嘉这个处理出了问题。直线，再一个，好，小球之后，哇，
还是来差了半步啊，瑜伽。选手打得也累了，忘了在哪边发球，所以他会请示下裁判我在哪边发球，裁判就会告诉他，right box 或是 left box。down。好，现在属于一球一球往回追了，4比7。好，所以这一球打了一个逆向的 boss， 也不知道是不小心还是故意的，所以2个选手都不确认，还是裁判直接给了答案，这球好球。The ball is good。好，吴以佳这球3得非常深啊，主要是前面那一球苏玉回的不好。刚好回到吴以佳正手最好打的一个位置，他顺手就扇了一个斜线的长球。对，那现在比分呢，3分差，8比5。哎，再看，就是顺手一拨，对，好球。个子高或许有这个好处，他击球点就是比较高啊。好，直接加压，带到了后场。瑜伽再一个，哇，连续的重复啊！哦，都在相同的位置给压力，10比5，瑜伽逼出了5个 game ball， 局点。当。吴以佳认为说这球好球，他再回头再跟裁判质疑一下，裁判就确定告诉他这球当。outside 了。好，那现在只剩下3个，对，追回2个，必失，还有3个局点。还有吗？啊，对，最后瑜伽直接的发力啊，打一个斜线，那达到了分数之后呢，第4局11比7，那现在双方2比2平手。2位选手实力相当，对，哇，来到决胜局，对，前4局，好像转播到现在第一次打到第5局的，是真的实力非常接近，为自己的荣誉而战，但我们就现实面来说，也是为自己的奖金而战，是这个第1名奖助金是2万，第2名是1万2，所以你这场赢的话，至少就是做2万1嘛，就是有12000元的奖助金了。那第3名只有9000，而且你输的要到另外一边去跟另外一位争夺胜利，对，争夺第3名，所以是为了个人荣誉而战，也是为了奖助金而战。打起来分外的精彩，非常激烈。2位选手等于说也是卯足全劲了。现在裁判喊拍，对，哇，要进入到决胜的第5局了。对，2位选手都一样，退无可退的一局。Game over， 然后吴以佳 to serve level。
线，都在反，啊，可惜了。这一球差了一点点，球好心切，其实down 这球打进就有很好的效果，前面真的没有必要压那么低。吴宇佳现在毛起来打，小球也放得特别的犀利。哦，这一次的接发球，对，吴宇佳在拿1分啊。对，直接 nick， 觉得李幼麟现在准备要再专注一点，啊，他接发球的准备专注力是不够的。一样送分，啊，这种 Q 的这种制胜分下去就是要得分的，结果你不但没得分，还送对方1分，这来回差2分，对，最划不来的。哦，这球 down， 对，这球苏玉打得很贴很直，是不好处理的。其实前面那个底线啊，有分2种，一个是19T， 一个是17T 的。因为我们国内都打48公分的，所以又稍微高了一点。国外的选手如果刚来台湾会不太适应，因为我们台湾的这个底线几乎都是48公分，那国外比赛它都是43公分的，是比较短踢的，比较矮，进球率也会比较高。进球之后会比较难处理，这是 stroke。对 stroke， 哇，直接发分。对，因为苏玉奎的这一球，球就在身边，他也没有任何闪躲的动作，对方也完成准备要击出制胜分了，所以裁判就会给 stroke。目前5比2，吴宇佳是领先的。回击 ，outside 了，太高，6比2。打球，回击，好， 3突然的的发力呀！而且这一球下来还有尼克，又直又贴，哇，这所以把很难处理压在这一球了这个底线啊。对，直接解，好球，这一球打出好球，苏玉的父亲特别开心。我们在 Mark 后面穿蓝色衣服、戴口罩，就是苏玉的父亲。父母都来为，非常开心。但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啊，是当然需要更多的支持跟鼓励。当然，尤其年轻的选手，他非常需要后援的支持。这球有进，再扇一个右后方、左后方的斜线长球。又在压迫吴宇佳的反手，连追3分了，5比7了。是连追3分回来了。这球好球，再拉一个直线，这个直线拉得好。就算苏玉在后场有准备，也没办法，因为这球是贴着过来了。8比5。斜线，再一个反手直线，直线。哇，这一拍，哇，打得非常的精彩，就借力。你拉这个直线不直，刚好在我手上，我就顺手推一下就好了。拉一个长球，回击，再回，再一个直线，小球，可惜荡了。哇，那现在是9比6，吴宇佳其实3分领先。这一局2球，吕书义这个小球如果放进的话，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结果。可惜这2球都
都自己送分了，再拉，现在就是要打稳了，就是看比谁稳，再拉一个直线，右后场，还是一样直线，还是直线，两边都给直线。对。 哇，这个直线非常效果很好啊，又贴又直，哦，到了赛末点了，啊，而且是有4个赛末点，要看苏玉怎么怎么来接手，要妥善的应对。哎。 对，化解一个。对，这一球苏玉是打到吴宇佳左后方深远的位置，而且是反手，啊，不好处理。7比10 ，boss， 直线，斜线。哇，这边要发力了，来得及吗？还有，再一个小球。 哇！不断的调动之下，再一个，哇！这一球没办法了，哇！非常精彩，是哇，非常比赛多的来回啊！最后吴宇佳还是以11比7收下了关键第5局，最终3比2击败了李书玉，吴宇佳也恭喜他，对，迈入冠军战。嗯，他。 好，刚刚看完国女组非常精彩的一场 semi-final 对的决战之后，我们接着要转换一个心情来欣赏男子高中组的3、4名之争。啊，那是佑安对上韦恩，是。那这场比赛主审是孟竹明先生，哦 ，mark 是李慧君小姐。 啊，这场3、4名之争，就我刚才讲了，为了个人荣誉而战，也是为了奖金而战。啊，这我们全年度的比赛是，青少年唯一有奖金的比赛。对。啊，奖助金第3名是9000元，啊，第4名就是归零了。所以我想这一场也是一场实力相当，而且充满这个战斗力的一场比赛。 啊，穿蓝色衣服这位就是徐伟恩，啊，Wayne，17岁，173公分，啊，他是读欧洲学校，高2的学生，啊，球龄有6年，平常是在台大练球，啊 ，U17 排名第4，2024的香港公开赛 U19，他打入第13。 日本公开赛，啊，他是获得的败部的冠军，啊，比赛经验是非常丰厚。那李佑安在今年的暑假也去了日本还有澳门，啊，来做一个公开赛的经验取得。今年16岁，他身高170公分，4年2个月的球龄。 他是延平中学啊11年级的学生，平常是在台大练球。他在110年度的这个比赛中啊，中正杯也获得了这个D组的冠军。110年大安杯也获得C组的冠军。
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选手。相信这一场比赛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那尤安去年在全国锦标赛是获得第5，是。那这次当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季军战了。是。那现在经过2分钟的热身之后，half time， 换半场，然后继续热身。这2位选手击球的特性都是属于比较稳定型的，不是以抛 速度型来取胜。所以今天就看谁打得稳，谁的点准，就可能会赢得今天的比赛。2位选手持续在场内热身。那这一场高男组的铜牌战季军战马上就要展开。韦恩对上佑安，对，这2位实力真的是相当，战绩也差不多，去国外比赛的经验也都很丰富。去年佑安有自费到马来西亚参加马来西亚的青少年公开赛，也有很好的成绩。佑安的父母都是热爱壁球，是等于说是壁球世家。他的弟弟就是李佑成是李佑成，下一场就是准备和彭少宏争夺国中男子组的冠亚军。那韦恩也算是壁球家庭父亲徐吉庆先生也是非常热爱壁球。都会陪着他去台大练球，本身也在练球。吉庆在今年的全国分龄赛中也有很好的成绩。现在热身时间结束。像我们镜头所看到的主审就是孟竹明先生，mark 是李慧君小姐。那今天刚好有C 级的教练研习，还有 ABC 级教练的真能讲习，所以说后面有看很多都是来参加讲习的那在2楼讲习完，那现在上来观赏比赛，都是壁球的热爱者。现在浅色的衣服，白色的就是李佑安，但是他忘了戴护目镜，看。现在戴起来了。在国际比赛中，如果2位选手出场的时候颜色穿一样颜色，如果2个蓝的，2个都黑的，这时候裁判就会先请排名比较低的去换衣服，颜色要区隔。现在韦恩已经发球了，0-0。这场季军战，看一下谁能够先拿下分数。2边一开始节奏都有加速是，现在看很清楚，佑安还是在用点在跟他打球。这就很聪明，突然拉了一个直线，而且是浅的直线，造成韦恩回防不及，1-0。裁判给了 stroke， 然后李佑安一直点头，说判得好。这球到没进，压太低了，2-1。李安的舌头应该是很漂亮，因为他很喜欢把他最漂亮的地方展露出来给大家看。这一球回得很好，右前方截击的一个小球贴墙。放个小球，这个小球奏功了。韦恩就算有发现，上去也来不及了。
球拉得不够深，韦恩反而回了一个很深的直球，对，这球没回好啊，对，因为韦恩这一球打到右安手上来了。到目前为止，右安就改正了刚才跟洪瑞一直失误的缺点，反而他的目前来球没有明显的失误，小球都放得很好，长球也拉得近，打得比较稳定又是一个小球的瓦利就上去来不及了，因为这一球 BOSS 打的位置不好，韦恩直接一个 job 下去了。3比4，哦，直接给斜线的长球哦，对，直接nick这一球，韦恩是没有任何处理的机会。来 drop， boss。直线，再一个直线，哦，来不及，对，这个直线就奏功了。对，这个速度加快，所以现在右安6比3，对他球很满意，振臂，但是没有高呼，因为高呼会被裁判警告。在场内不能随意的嘶吼你嘶吼当然会影响到对手情绪而且有挑衅的动作。是你不能说我背对他我就可以吼，不行。像网球是可以背对对手，没错，握拳嘶吼为自己加油。那壁球赛在一个封闭空间里面，你那一个狮子河东狮吼，是不是影响到对方的心情？耳膜说不定都被你震破了。这一球右安放了一个右前方小球，韦恩是回防不及的，很快来了8比3了。直线，聪明，打一个 boss，球稳定再说。结果这球当，对，还是太低啊，所以其实这球非常险，打在线上。裁判看这一球，他略微向下了。虽然也是弹进场内的，但是裁判的经验就会直接直觉说这一球是当，因为刚好压在线上。右安现在就是跟你打稳，什么球都跟你挖回去。结果韦恩直接一个挖雷就下去了，他又准备把最美的地方给大家看。对，哇，舌头又伸出来了。右安可能看到这一球也不得不佩服啦。当球好心切，他的失误开始出来了。直线，哇，好，这个直线很好，给的够深，速度也快，对，贴，哇，10比5，来到 game ball， 对，这个5个局点。看韦恩怎么守住，再放一个，这球很漂亮，因为右安不得不退了，你不退他可能就少一个斜线深远的地方。那韦恩看你退了，我就拨一个斜线的小球，所以这个打法很聪明。对，所以在第一局11比6由右安拿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韦恩。是。好，这场铜牌战呢，双方要来到第2局。第一局是由右安顺利的收下。
是，像镜头所看到穿白色衣服，这位就是李欧安李儿子的妈妈。啊，好，穿蓝色这个长条纹这位戴眼镜的，就是洪玲玉洪教练。好，那北投很多青少年学生就是由他训练出来的。像蓝色衣服这一位戴眼镜的是徐月恩的父亲徐吉庆。啊，裁判已喊15秒。啊，要求选手进场。好，右安领先，1-0。好，第2局比赛开始，右安发球 ，Love。韦恩这球回击回得很好，完全贴着边。直接一个放 volley drop。对，哦，逮到机会的发力斜线了。是，这球右安根本没有机会可以处理。右安很聪明啊，直接一个球就下去了。韦恩没有防到这个球的位置啊，完全站在原地。回击 ，boss， 斜线，截击，放了一个小球，扫下去，再一个 boss， 扫一个直线。小球，哇，这个小球打得非常好，哦，又低又贴。2-2，右安的发球。只能打 boss， 这就好球。刚才韦恩回击一个失误，让尤安拿下第3分。刚才尤安直接把球拨后墙，让他弹回来。我是建议我们国内的选手不要做这个动作，因为你把球往后墙拨的时候，就是正对的球正对裁判去。对裁判来说，他心里的感受是不会很美好。突然放了一个小球，拿下这1分。再拉直线长球。对。哇，两边都是在拉反手直线，好，突然放了一个小球掉短，再做斜线，再拉一个直线，再放小球，拉到后场。主审给了 left， 但是在国外这球很危险，裁判可能给 no left， 因为这一球你是可以打的。啊，对手也没有很明显的妨碍，他在你旁边也没有很近，你是可以打的，那你就要打。哇，这个假动作骗到了右安啊，对，完全没有在第一时间启动啊，所以现在形成了5-3。是。我这一局韦恩失误变少了，稳扎稳打，所以我刚开场白我就讲了，这2个选手都是打稳的，就看谁的稳定度好，发挥的好。又是小球，但这个被右安发现，打后墙进，再发力，还有再 boss。哦，这球右安打得很聪明啊，反手一副来拉直线，发现韦恩往反手的地方移动的时候，他突然就是改成一个 boss，
球没有去左后方，反正去了右前方。够深远，再给一个斜线。哦，有了。因为这球够深远，韦恩挑起来那球对就在前面前墙了，你就准备接受震撼教育了。那下一球绝对是不好打的球。现在5比5了，给个 boss 斜线到后场，截击，直接截击啊！好球，这球截击进。右安取回了领先，哦，落后了大半局了，现在开始取得领先了，6比5。截击 ，boss 一样给 boss， 截击到后场，拉起来，好，又是突然给个 boss，7比5。左边发球，对，哦，尤安在第2局虽然一开始稍微落后，但现在是7比5，2分领先的韦恩。直接挖揪下去，韦恩早有防备。对，那李安就抓，他认为他在挥拍的时候，韦恩贴他太近了，他没办法挥拍。那裁判也给了 Joe Stroker， 拿下了第8分。刚才那个判例就是告诉我们，当对手要挥拍的时候，你是要留下他合理的挥拍范围的。啊，没有留下合理的挥拍范围，裁判有可能是会给 Stroker 的。再抓，裁判是给 left。但这一球如果在国外的话，有可能会给 no left，因为。说实在，韦恩已经离开你挥拍范围了，你是可以击球的。是，哦，这种正式比赛，裁判不希望一直累，一直累，那个比赛会一直停顿，比赛会不精彩。像 PSA 来说，现在很少给累的，他就是 no lay， 他就是要你尽全力去击球。哇，那这边对被判分哦。对，右安是有阻挡的这个状态，因为他放完小球之后，韦恩已经在后面了，他又来不及让开，那势必裁判就会给 stroke。现在8比8了，现在一口气是拿了3分回来啊，直接追了3分上来了，这就可惜。其实右安这一球已经被韦恩抓到了，但韦恩放小球放太低，所以右安再取得1分领先。好，这后越靠近11分，每一分都非常关键，选手要特别的注意。直线，这球打得好。对，哇，那现在来到 gamble 了。对，每靠近1分都是很致命的1分。2个局点。直接截击，直接得分了，拿下了这一局，11比8，李尤安2比0领先的徐伟恩。好，中间经过90秒的休息，准备要进行第3局的比赛。
啊，每一局之间的休息时间是90秒。我相信90秒时间也快到了。嗯。那对于韦恩来讲啊，现在要退无可退，赶快急起直追了啊！是在这场最后的铜牌战啊，现在是0-2，2局落后给佑安。是。啊，裁判已经通知选手还有15秒 ，15 seconds。所以两位选手现在也回到场中，啊，准备进行第3局的比赛。啊，第3局是由佑安发球。已经 two game to up， 所以韦恩也无路可退了。好，0-0 ，Love。佑安要来发球，啊，直接地球 down， 佑安失误。啊，佑安自己承认他2次击球了，那啊，所以是2-0。这个选手风度很好，对，哦，自己承认他2次击球了。因为有时候裁判坐得远，这个球又低又快，他不见得看得到这球已经2次击球了。那选手自己承认，那是当然是最诚实的一个表现。好，接着佑安有一个很好的表现，啊，反手压了一个直线 ，volley drop， 1-2。好，等球落地再出击。哦，因为这个发球是非常有威胁性的，下来之后韦恩没有回好，准备接受震撼教育。你也不知道球打去哪里，啊，这球截击是正确的。好，这个转身还有，对，上去一个直线，后墙，前小球，哎，这个小球啊 ，down， 可惜。啊，韦恩的表情啊，当然是比有点较失望，对，比较泄气啊。因为他已经瞄了半天了，结果发射之后发现打地瓜。佑安突然转身打了一个 boss， 完全出乎韦恩的意料之外。4-2。好，直接做斜线的变化，可惜没进。对，发生失误，是压线。啊，韦恩追回1分，那是3-4。4-4。哦，这位蓝色衣服戴眼镜就是韦恩的爸爸徐吉庆，右边是他妈妈，所以父母都非常关心爱护这个小孩。裁判已经喊李伟那个佑安那球出界了，在右边那个高球出界，所以直接制止了比赛。哦，这个裁判动作是正确的，直接喊 stop， 然后告诉选手判决是什么，就不要让选手继续打下去了。佑安这一球又发生失误，哦，可能体力有点衰退了，那你球点要打高一点，拍面要开一点。哦 ，OK，因为你力量已经变弱了，哦，这时候这个选手要做自我的调整。斜线，哦，这球打得很好。突然的发力啊，走斜线，而且是打在了后场。对，而且他是先做了一个假动作，先迟缓的挥拍，让韦恩上去之后，才发力往后扇。
这算是一个 trick， 这个假动作，先把对手骗上来，再来出手。boss 打起来，当哦，他可能又要吐舌头。可惜，哎，看一下，你看，他就把他的香汗抹在那个墙壁上。小球斜线，突然打个 boss， 完全出乎佑安的意料之外。那现在韦恩来到了8比5啊，是，那要延长战局啊，一定要持续拿下局数、啊。对，因为退无可退了，这局非赢不可。可惜了，这球已经掌握住了。韦恩这一球放左前方的小球，放2次失误，看。李佑安这个动作又出来了，如果严格裁判就给他警告啊。他一直跟裁判示意说 "I'm sorry"。好，到了9比6，韦恩距离这一局的胜利还有2分。当然，如果追上这一局的话，那总局数还在落后啊，所以要再接再厉。是。小球，再一个小球。哦。因为韦恩只有回头抓反手直线的，因为那是他最遥远的位置，他不得不往这边移动。那佑安发现他往这边移动，而且是往后场移动，然后就放了一个小球，很聪明的打法。7比9。可惜这球没有截击，落地再打就不好打。所以你看佑安打球是聪明的，他高球，这球突然来个快的，是，对。节奏上面做出对打乱你的节奏，对，让对手很难以招架。现在剩下1分差了，看他这球又往中间发，再放个小球，再放短的，达到效果，9比9了，追成平手，等于他连拿3分了。他这连续改变他的发球，就是要打乱对手的节奏，是，开始又发高的。对，那接下来就看是局点还是赛点啊。是，这个动作也很值得我们球友们学习，就是打乱对手的节奏，忽快忽慢，忽高忽远。非常漂亮一球，很敢拼啊！这球打一个反手的截击小球，就是他们讲 Varjo。哇，那打到一个很好的位置，现在来到局点是 game ball， 但这个局点只有一个，要掌握好。都打，现在互拉直线，突然给了一个斜线，再拉一个，好，再拉一个。顶住了，真的顶住了，所以他只有这一个局点没拿好，对方上来就变10比10了。哇，佑安在对手局点情况之下呢，硬是将比分给扳平。对，这时候这个 the player must win by 2 points，就是要连赢2分才能赢了。反而让李佑安拿下一个 match ball 了。哇，刚刚佑安呢，躲过了局点，现在来到了赛末点了。赛末点，而且赢的话就可以拿下第3名。是。突然打了一个斜线 ，boss。好，来到前场的加压，还有再走直线，斜线。好，短球。
再来一个短球，所以伟恩死都要咬住啊！切个短的，再来，再一个 boss。哇！可惜了结果最后一球，伟恩这一球再度失误。所以在第3局啊，右安还是后来居上12-10击败了韦恩，同时也获得今年在高男组的第3名，非常恭喜他在。去年他是第5，今年是大有进步啊！代表延平中学拿下了铜牌，恭喜李佑安。刚才经过精彩的高男组的3、4名之争，最后李佑安以3-0，当然第3局也是非常接近的比数，击败了徐伟恩，获代表延平中学拿下了高男组的第3名。那接着我们要给各位转播的这一场是国男组冠军战，是由彭少宏对李佑成。彭少宏的哥哥是彭少谦，就是下一场高男组冠军赛的主角的出赛者。是，那这一场彭少宏弟弟是国男组冠军赛的出赛者。那彭少宏14岁，162公分，明德国中9年级的学生，平常是在北投运动中心练球。彭少宏的球速算快，人的速度也快，反应快，协调性好，所以他也是去年这一级别比赛的冠军。是。那李佑成是14岁，165公分高，他是敦化国中9年级的学生，球龄是5年。他平常在南港泰山台大都有在练球。那佑成家里算是必球家庭刚才高男组的第3名季军就是他哥哥李佑安，他现在是代表这个敦化国中来参与这个国男组的竞赛，现在和彭少宏去争夺国男组的冠军。今天鹿死谁手，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分解了。那在去年2位选手也是在冠军战碰头，但最终是由少宏拿下了冠军。那佑成是屈居亚军。今年等于是连续2年 rematch。是，看看王子可不可以复仇，就在此一战了。他们经过这个半场的热身之后现在换场。像这位2个选手穿的衣服是几乎是一样的，都是这个 head 黑色的衣服。如果在国外的比赛，李佑成他就要去换衣服了因为裁判不太允许2个选手同样上衣的颜色在场内比赛，因为他可能会，因为他像我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那国外选手他怎么认识你？他没办法分辨哪个是哪个，他判也不好判，抓人也不好抓，转播来说更是一种困难。对。那这样从画面上真的看不出来谁是谁，又一样。但如果真的硬要分别，在鞋子吧，鞋子颜色可能有一点点差。鞋子2个也都是白色的，都白底，对。所以他们俩服装几乎是一样的。像这种在国外碰到这种情形的话，裁判就会请排名低的。那这场比赛来说，就是李佑成。对，你要去换衣服。像在国外，你的背上一定有这个你的国家的名称嘛，像我们就是强移台北，对，像你都碰到 USA， 对不对？那你就是要去换一件浅色的或深色的衣服。所以我们当教练出国的时候，我们都会带
这一次发了制服，不同颜色的衣服多带几件，啊，万一要换衣服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因为有些裁判是很坚持的，你没有换到衣服，他是不给你上场比赛的。啊 ，OK。哇，这场像今年世界杯的金牌战啊，是像今年世界杯，我们在美国休斯顿，在这个比赛的时候，我们的陈佑君选手，他就碰到对上南非的选手，因为他的这个颜色衣服是一样的，所以裁判就问说，哎，你可以换吗？佑君说啊，我没有带白深浅色的。那另外一个选手说啊，我有，所以他就去换衣服了，是。好，现在经过选边之后，是由彭少红选对的发球边，所以是由彭少红来发球。好，这样精彩的国男组的冠军赛即将开始，有代表明德国中的彭少红发球，0-0。好，第一球彭少红就放了一个右前方的小球，好球。哎，还有，哎，来看一下，对，李佑成立刻抓了一个 stroke，因为这一球是在少红的前面，他并没有让开，所以李佑成立刻就抓了他一个 stroke。好，假装放小球。好，两边加速。对，开始把球速吹出来了。做斜线。好，直接拉了一个斜线。放小球，哇，拿，对，精彩。现在2-1，右成领先。拉了一个斜线，后场。直线，再拉直线后场。但这球打到中间来，彭少红就稳稳的反手推了一个右前方的小球，2-2，技术层面都非常好。当然，这两位选手在这个 U15以下应该都是佼佼者了。都是前3名的常胜军呐。是。又是 down。对，因为少红这个球虽然是慢，可是呢，它都是非常的深，非常的远，会让对手不好处理。每一发球是占了优势的，所以佑成想获得胜利，他的接发球可能要再更积极一些。对。那少红现在来到5-2了。对。哇哦！你看球只要到他身上，这个手感，对，就是一个很致命的小球，很巧妙啊，6-2啊。放了一个小球，拉了一个斜线，拉直线，这个多拍的来回，再是一个直线深的斜线，放小球，哇，对，还是差了一点点，台面没有开球没有起来，对。拉直线，失误太多，所以这场你看很明显，少红到目前为止没有失误。是，哇，好，已经来到8-2了。对，右成的非压迫失误太多。线，这球
右成这个直线拉得很好，很贴，造成邵宏回击的失误。好，右成总算是中拿下断了一分是邵宏的连续得分啊，是现在形成3比8。对。那今天邵宏打得非常稳，你只要球要到中间来，他一拨就是你致命的位置。哦，再又是 down，而且他的发球对右成造成很大的压力，他现在已经到达局点了，而且有7个局点。突然加压，对，斜线，好小球，再发力斜线后场，再一个，哇，可惜了，这一球最后还是对 down，回击，所以在第一局就是11比3由邵宏拿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右成。现在选手在做90秒的休息调整，那双方的加油团都纷纷献策，哦，告诉自己的子弟兵要怎么打，要怎么打。哦，刚刚右成也就先离开，哦，来看看这个不管是加油团、亲友团哦，是给什么样的意见啊，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能够逆袭啊，逆转成功啊。不管给再多的意见，最后还是要由自己打。对，然后而且是球员要自己来执行。是哦，有时候意见给了，但是执行能不能执行到位，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对，你看上一局的比赛，很明显，邵宏是完全没有失误，每一球都稳稳定定的。你这打到我手上，我给你下去，我就知道你致命的，对，不好处理。那反观右成失误太多，哦，很多都是非压迫的。那如果被压迫到的球，那至少先把它拉近再说，不要想一球就从劣势转为优势，是不太可能的。好，像第2局即将开始，由邵宏发球，0比0。好，给到直线，再做斜线。好，啊，这球没进，对，没进，压线，所以右成拿下第1分。你看你在什么球，他都是稳稳的把你捞起来再说，而且还勾了一个反手很低很好的一个直线，也就是这球已经完全被邵宏掌握住了。他知道你要打这个位置，他已经放低姿势等着你的球。哇！哦，反观他给右成不好打的球，右成是没办法做一个有效处理的。那现在邵宏2比1。对，在1消1长状况之下，那你分数就会落后。boss 小球哦，再来一个啊！直接给一个反手的 boss。对，他发现你准备抓我这边的小球，我就给你 boss。啊，所以邵宏他打球是很稳定，球点变化多。这一球像这一球，对，又是一个非压迫的失误。哇，所以很快的5分当中拿了4分啊，邵宏。好，给长的、深的，再调短。哇，邵宏在整个球路的配置上面真的很灵活，而且很多变的。哎，但这球失误了。
这球他知道打哪里，对，但是就是没办法执没有行他自己的指令。对，如果这球有效执行的话，佑成这球也不好处理。3比4，现在佑成拿下第3分。对，哦，佑成已经先丢掉第1局了，所以要这一局必须要急起直追。这就很聪明了，借由身体挡住了邵红，然后向前放了一个小球，邵红完全没有机会上前，4比4。直线，哦，还是直线，佑成高角度，哇，突然加压，对，而且这个正手直线非常有水准，球质又好，佑成就算赶到了，他没办法处理。大直线太深远，弹回来反而给了邵红一个攻击的机会。佑成跟裁判稍微再请示一下，干那球是好球吗？裁判说 The ball is good， 是好球。所以比赛继续。像这一球也是有点非压迫失误，这都已经站稳站定了。那现在邵红又来到3分的领先了，7比4。对，哇，掉短的，连续掉短，拉直线，再拔一个斜线，好，再拉，可惜了，当。哇，佑成的失误真的太多了，哎，是，他左脚。来看一下，他是膝盖不舒服。佑成他的左膝一直有伤。哦。好，但这个伤势也不是一朝半日就可以好的。这伤势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要长期的复健。可是你复健的差不多了，你开始要比赛了，一练习要一打，问题又出来了。他这个完全转身不及啊！哇！因为他的左脚现在很明显，好像没办法发蓄力，或者对，就是对。你撑不住，站不住了，对，你核心也发挥不出来。那刚那一球，明明可以顺势一推就进了球，你反而变成一个荡。现在5比10，还有5个局点。哇！结果左前一个，在右后一个，啊，完全1比5啊，再下一城啊！目前邵红已经是2比0领先佑成。紧接着要进行第3局的比赛，目前邵红是以2比0领先了佑成。对，当然在第2局的佑成呢，感觉一开始确实有强烈企图心，不过从到中段之后啊，他
脚步不舒服，那也造成他第一个移动上面速度减缓，那第二个就是很多动作可能做不出来，或者是做不到位，做的不够确实，因为他左膝已经没有力量支撑了，这样对壁球来说，你要转身，好，你要下腰，要起身回防，好，可能会你有个部位受伤，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困扰。啊，裁判已经喊胎了，所以两位选手要回到球场，啊，进行第3局的比赛。啊，第3局当然是由邵宏发球。好，蓝波。你看，你球只要回到中间，右成往下一推，对，哎，轻轻这个切一个短球就拿下分数。而且邵宏这一场球打得非常稳定，几乎都没有失误。啊，什么球他都到得了。对，好，再切，但这球被右成识破了，所以右成先上去处理了。啊，这球很好，好，右成摆出一个左前方小球，骗这个邵宏上来之后，才把球转拍面到右前方，是很好的一个欺敌的动作。好，很好，反手放了一个小球。目前右成2比1。对。好，3。好，右成对，要把握住这样的优势哦。3比1。3比1。哦。哎，说着说着，现在这一局突然，邵宏起火了。失误不断的出现，没错，刚刚又是他一个放小球啊，太轻了，直接是 down 发生失误，4比1。可惜了，这个不应该发生失误。好，回到邵宏的发球，2比4，暂时落后2分。再度失误，说邵宏这一局，他的准心突然不见了。对，执行各种指令都不成功。这裁判认为说这一球。是有阻挡的嫌疑，但是右成动作太慢，也挤不出所谓的制胜分。是，裁判给 yes let。这一球没挥中。对，这球不好打。邵宏一推下去，尤其他现在推左边的这个小球，今年是10拿9稳。他反正右边的球是比较干。你看现在左一个右一个都成功。右成就不好打。对，哇，那邵宏接下来把比分追上来了。对，一下就追2分了，左一个右一个。哇，追3个，5比5了。右成接发球要再积极一点，不要等球落，对，一定要截击。你落下来那个球都不好打，就算打进也不好打。那很明显他的左膝是没有力量的。真的哇哦。
这一球就算打进了，你下一球也没有机会。对。那现在邵宏连续得分情况之下，反倒是分数逆转了。对。因为 B 球在场内就折返跑，你没有折回来的力量跟速度，那你下一球就一定挨打。是。好，邵宏这一球失误太高了，压到边线，好塞。6比6。是。哦，国南所以金牌战呢、所以右城追回1分。突然给了一个 boss， 右城完全没有上前的力量。好，来绑一下。对他要求绑鞋带，对，就是聪明，就是这个时候就是缓一下，啊，不要让你攻击的气焰越来越旺，是，先把你浇熄一下，缓一下。那这也是选手可以的权利，一般裁判都会接受让你绑鞋带。但是一局你只能绑一边一次的鞋带，我不能一绑再绑，那就太有点离谱了。那就是故意拖延比赛时间。是7比7。因为这几球完全被邵宏控制住了。哇，那现在1分差的比赛来到后半段，对，咬得非常紧。好，这球加速，拉到放小球，再放，对。邵宏今天左边放小球，几乎是10拿9稳啊，而且那个球都是右贴右边。也知道右城现在移动的状态不是很好，当然要不断的让他做前进后退的动作。右城他现在死马当活马医，跟你拼了。反正这一球突然拼了一个险球进了，那邵宏一直很苦笑。斜线，哦，这个斜线很好，好，他是带旋带串的，是直接串入右后方角落的位置。哇，那接下来这9比9，局点还是冠军点。越接近11分的时候，每一球更显得它的重要性。哇，这一球完全被右城被邵宏掌握住了，到了 match ball， 但是只有一个 match ball 要掌握。而且这是冠军点哦！哇，可惜。那这一局为什么打那么焦灼，那么艰辛？就是邵宏这一球准心突然失灵了，对，太多失误。反而右城拿下一个局点。但是也只有一个局点要掌握住。哇，他刚刚不但化解了赛末点，现在有机会来延长战局。对，拿了一个局点，抽了一个斜线，可惜了。对，应该继续攻，继续抽就好了。都没有把握住，那要想要改变一下球的线路啊，结果发生了 down。像刚才那个不应该再放小球了，就继续跟你抽。再度失误，所以又拿赛末点，又是进到了一个赛末点。好，第2个冠军点，好，直接截击，再放短，哇，是。这一次的球路配置是一气呵成啊，所以我们看到邵宏啊，在第2个冠军点呢是顺利拿下，在第3局是13比11。对，恭喜邵宏在金牌战啊11比3、11比5、13比11啊，再度击败了右城啊，在去年拿下冠军，今年同样在全国锦标赛拿下冠军，是卫冕成功。非常恭喜洪邵宏，哇，真的这位年轻的选手啊，在
表现上面啊，真的是相当的出色。我们也邀请他来到我们的主播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少宏啊，真的非常辛苦啊，当然成绩也相当的出色，连续2年啊，在全国锦标赛呢都拿下了冠军啊。那长得非常的帅气啊，大家透过镜头可以再跟少宏啊好好的谈一谈。哎，先请少宏自我介绍一下，你几岁啊？然后在哪里念书啊？我现在14岁，现在就读明德国中9年级。明德国中9年级，打这个壁球多久时间？5年。5年。那当初为什么会喜欢这项运动？因为刚好就是有一个教练在举办一个夏令营，对，然后就想说去试试看，对，玩玩看，然后就有兴趣，然后也打得不错，教练就推荐我去校队的。然后你就从此投入了这项运动。你觉得壁球带给你最大的乐趣在哪里？它的变化性很多，然后就是可以动到的地方，然后训练的地方部位会很多。那你觉得在学习或者是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因为我平常就是跟学长哥哥他们一起练习，对，没错，所以就是会有一些挫折吧。因为他们毕竟是比你们年纪这个更长嘛，经验比你更成熟嘛。那你最后一个问题，接下来对于壁球这一个运动，你有什么目标？就是现在已经出国打比赛了嘛，然后就是希望可以在国外的成绩就是往前名次往前一点点。对，好，那也预祝你未来在壁球上面有更好的发展，但是学业部分也要兼顾。好，那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恭喜你再度成为全国冠军。谢谢。好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看接下来精彩的比赛。的冠军战是由潘宏瑞跟彭少谦哥哥来了跟这个宏瑞又要进行这一场最终的金牌战。那当然我们从这2天的转播过程中也提到宏瑞就是在现阶段这个年纪的大魔王他不只是在自己的年龄层成绩非常出色，甚至能够跨级等于是比他年龄更大的选手面对宏瑞其实也打得非常辛苦所以对于少谦来说今天要来挑战宏瑞这一关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们也相信大家都是做好准备来做最后金牌战的冲击。去年同样也是宏瑞跟少谦在最后的决赛碰头，那当然最终是由宏瑞拿下比赛的胜利但是我们相信经过1年的这个练习还有调整，虽然在整个排名赛部分还是由宏瑞独占鳌头，但是球是圆的。来看看今天这场高难组的金牌战有没有机会做出不一样的变化，那甚至这个少谦能够发挥超预期击败潘宏瑞。平常这2位都是球友，他们每个礼拜6都会在北投运动中心练球。对，就是太熟了。对，彭少宏、彭少谦、潘宏瑞，对，有时候李佑安也会参加训练，所以他们球路都非常清楚。对，刚刚少宏接受访问也说，他平常都跟哥哥或者这些年纪比较大的学长练习，所以他有时候挫折感蛮重的。是，接受他们的这个训练，炮火的洗礼。对。那接着这场比赛就是高中男子组的冠亚军之战。那这2个也是老对手了，去年冠亚军也是他们2位碰上。那去年当然是潘宏瑞技高一筹获得冠军。那今年看看彭少谦有没有王子复仇的机会。但是说实在的，凭实力来说，这2位选手实力还是有差一点。所以少谦想要威胁到宏瑞，可能还在加把劲。看今天有没有很超水准，对，超水准演出。是。那我们现在看镜头上包头巾这一位，就是目前国内的魔王潘宏瑞。对，16岁，173公分，他是幼华高中2年级的学生。
他不管是国内的比赛、国际的比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那邵谦他是16岁，173公分，是阳明高中2年级学生所以他们两个大概打到老都会绑在一起吧。年纪相仿对，因为就是同期的是同期的，就算打到分龄赛打到永远80在一起岁，对，还是同一组所以有这个寄生于何生亮这种遗憾。那你要突破，那就是要。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对手是好的，就是说大家可以互相砥砺。可能这个阶段当然是目前看来洪睿略胜一筹嘛。也许到下个阶段，来到这个成人的阶段，不一定邵谦就有突破。对，突然这个任督二脉打开了。是所以我常跟朋友讲说，其实这种壁球也好，羽球也好，它这种技术层面是阶梯型的，对，它不是斜坡的。你打保龄球可能打了久，越打就慢慢一个斜坡式的进步。是，但是壁球这东西，你没有突破某方面技术层面，你永远在这一阶。对，它有一点这种非要式的。对，你到上一阶，你要透过那个垂直的坎。是。你可能说我小球要更准啊，我的直球拉得更直啊，或者说我的想法更多，我的变化更大。你突破这个坎，你才能到另外一阶去。可是现在看来，很明显的，洪睿的他是高过邵谦一阶的，他高过什么邵谦、邵宏、右安志，他是高过他们一阶的，所以才说刚才主播你也讲嘛，他没有超水准的演出，要获胜是有点困难度。不过有时候比赛是不是在这种肾上腺素催化的情况之下能不能真的如同刚刚说的超水准的演出来威胁一下大魔王啊？是，他们现在选择发球的拍面，选择结果是由洪睿发球。那这场比赛mark 是吴鸿一先生主审是林启堂先生。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欣赏这一场高水准的演出。对，哇，这是高男组的金牌战啊！是。那洪睿先来发球。比赛开始，0-0。洪睿上去就抽了一个斜线，这球是又深又远又贴。邵谦是没有办法，这球又被压迫了。只能勉强做防守。对。直线。还是直互拉直线，洪睿突然变线，打了一个斜线，直线，变线是洪睿先变线，直线，小球，再放，这一球裁判认为说。这个高度，邵谦是可以击出制胜分的，所以给了邵谦一个 stroke， 给他一个制胜分。其实洪睿的眼神是有点质疑的。这个位置就是要看你有没有办法击出制胜分的。那这一球，洪睿到，对他回放小球失误了。小球，很好，这球一个弹跳，刚好到墙角的位置。那现在邵谦3-1了，3-1领先。洪睿再度失误，那现在。邵谦4-1领先了，邵谦持续领先，5-1。直线，今天邵谦有超水准演出越打越稳，越打越好。对。有时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啊。对，现在洪睿突然反手抽了一个斜线，好不容易拿下了1分了。那现在分数上应该是邵谦领先。对，现在邵谦是以6-2领先的。对。
哦，这个鱼要的救球，对，还有邵谦认为这一球2跳了，可是裁判没有喊。直线。哦，突然加速再还原，哇，对，哇，洪睿是，哇，这几次的防守让大家看的是大开眼界、啊。他这2个都是转守为攻啊，不简单。在手势还打出那么贴的直线，造成邵谦的失误。小球接前面小球，又是鱼药，再放一个小球。裁判都认为说那个球是好球，他是有救到的。好，现在连追了3分回来，4比6，暂时落后2分。罚球就这个时候出现一个致命的发球失误。对，哇，啊，7比4已经是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又是送分给了对手。对，但看得出来红队现在在加紧他的攻势了，他球速现在开始拉快了。哇，突然放了一个小球。对，哇，这个小球放的位置非常的巧妙。对，那红队上一场比赛是代表美国队出赛，这一场是代表纽西兰，都换了球衣啊。对，他出国比赛就到处换球衣。那邵谦这一件事，去年我带他去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是马来西亚公开赛的纪念服。所以马来西亚那边人都很黑，所以他必须要弄一件比他们还黑的，才显现他们的白。所以马来西亚那边纪念服几乎都是深色。刚刚邵谦，这个挥击太随便了。对，直接的非受控失误啊，比较可惜。但现在是在1分差了。原本以为邵谦在第一局是大有可为，现在被追上来了。是，哇，8比8了。而且现在很明显的，红队一直在加快他的速度。对，大魔王发功啊，一直在压迫他的球速，压迫球速。他刚开始可能还在热身阶段，还没睡醒。他这种几个大劈腿之后，对，真的醒过来了，完全醒过来了。哇，又来一个后滚翻、前滚翻。不过要小心啊，不要受伤。完全展现他精湛的球技。邵谦还是取得1分的领先。是。好，加速，这个说对要被罚分了。对，打到自己身上来了，9比9。其实邵谦对红队的球很熟悉啊，他那一球红队做假动作也是白做的，因为邵谦已经在他的对，他已经在他右手边稳稳的等这一球，他就知道你要打这里了。多拍的相识来回结果出了界外。那现在出现了 game ball 了。是，但是只有一个局点，要把握住。你把握住不住，对方噼里啪啦上来。是邵谦的 game ball。对，这个局点要把握住。哇，这球到，所以彭少谦最终还是以11比9，非常非常辛苦，11比9啊，1比0啊，暂时领先的潘宏睿。是。第一局打得非常精彩11比9，这比数非常的接近。对，那当然对于红人来讲，从原本一开局的1比6落后，苦苦追赶啊，甚至来到中后段是追平。那当然在焦灼的情况之下，那发生失误，最终由邵谦拔得了头筹。哇，所以这样1比0的领先局面，来看看接下来来到这场
金牌战、冠军战的第二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一定会有变化的，因为大魔王一进去就发功了，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好，现在少谦把自己脚上的沙也磨干净了。第二场比赛0-0，第二局。我想潘文睿应该这局会很小心的来应对。对，不能大意，已经先丢掉一局了。对。他这一手顺手一推左前方的小球，拿下第1分。好，这一球如法炮制一番，结果这一球失误了。这球洪睿稳稳的再放一个小球，造成少谦的失误。少谦对洪睿的球非常熟悉啊，他根本就知道他要打前场的 boss， 是，所以已经等在那边了。小球，好，突然的放短，哇！这手法上的变化，然后拿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竿了。他这球很聪明了，他确定你不上来了，我才放。但是他已经做好拉球的准备了。如果你上来，我就拉，对，我就拉，往后拉。哇，又是打在死角的位置啊，再拿下分数4-1了。所以我就说，他这场进来会不一样。哇，大魔王变身了。对。因为他刚才第一局可能还没有全神贯注，还没有进入比赛状况。他第一局输掉之后，他完全就进入比赛的状态。我感觉那个眼神就不太一样啊。那这一球也是啊，先做小球的动作。没错，然后突然发力啊。对，你如果没上来，他就放小球了。但他发现你有往这边移动的动静。这个胯下击球开始秀一下了。是。哇，真的魔王变身之后啊，哇，等级不同啊。是，你看他现在什么球他都跟你做一个很有效的处理。哎，当了。对，少谦这个小球放的是很贴的，洪睿是不好处理。3-6。他突然给了一个 boss。其实这球也有点运气啦，因为球拍插在墙上了，那个力量就会减弱了。放小球。再回给一个小球了。对。8-3了。好，加速，有了。少谦这个动作非常好啊，值得大家学习。上去是侧身准备拉斜线，但是发现洪睿已经往他左后方移动了，他突然改变主意拉了一个直线，虽然没有很贴，但是达到他的效果。就是先 hold 一下再出手。第二动作，对。同样第二动作再来一个，哇，这个劈腿还有吗？来不来得及？来不及。连续2次的劈腿。哇，他左一个右一个，前滚翻后滚翻。我们是看壁球比赛还是特技比赛？9-5。哇，对，这完全没辙。来到局点，
打了一个。好，所以我们看到在第2局大魔王啊变身之后呢，11比5拿下，跟少谦呢现在战成1比1平手。One game。第2局激烈的缠斗之后，现在战成了1比1。好，那我们看到啊，虽然少谦是拿下了第1局啊，不过到了第2局啊，洪瑞啊整个状态明显提升啊，哇，在场上啊不断做出各种高难度的救球，甚至我们还看到胯下击球啊，在好像整个。这个壁球场啊，他的发挥自如啊，但最终啊还是将这个战局给扳平啊。双方现在就进入到最后的3局2胜了。他5局3胜。对，那我们现在1比1之后就是进入到3局2胜。对，那进入第3局的比赛。那现在裁判在催促球员进场比赛。好，时间到。现在 one game over， 所以第3局的比赛是由洪瑞来发球。洪瑞现在礼仪方面、脾气方面都收敛了很多，都进步很多。我刚看他进门之后是很轻轻的把门推上，这是他很大的进步。因为以前他有时候会甩门年轻是气盛，对，他现在慢慢已经有这个老生入定的这种禅定的稳定度，很好。不过你说他老生入定，他才16岁。这是对他的赞美。是啊，我相信教练一定看到他的转变了。是，希望他越来越好，越来越稳定，越来越进步。是，洪瑞的速度、反应，球技没有话说。但是他对自己情绪的控管，要再加强。但今天看来他好很多，有很大的进步。是，这是个好现象，希望他越来越好。对，因为他只有在情绪能好好控管状况之下，他才能击出所谓的好球。OK， 你自己心浮气躁是打不出好球来的。真的。刚刚你看他这一球，他明明跑错方向了，他还可以转过来再拉一个直线，证明他是有他的实力在。拉高，再拉一个直线。down。对，因为赵谦想趁洪瑞还没有回防的时候，直接推他一个小球。他跟裁判示意说他的鞋带松了，裁判也说 OK。这时候裁判就应该记录了，右脚鞋带一次，对。你看他们讲球路是不是很熟悉？刚才洪瑞推了一个小球，根本拍子还没放下来，少谦已经上去了。对，真的是都能够预判、预测这一球下一动了。对，这一球实在是前面那一球少谦打得太不好了，完全好人影侠推了一个这么难打，说少谦根本就来不及了。少谦是不是体能下降？像这一球是不应该失误的。结果在第3局，洪瑞很快来到了5比1，5比1领先了。down失误，对，因为洪瑞想放一个变线的左前方的小球，这球
压线荡。再度荡，对，连续2球哦。对，这球上去应该再侧一点。我们放小球不要在球的正后方放，还是要到侧面去。因为这一球想逆可就弹出来了，少谦直接上去打了一个反向的 boss。哎，裁判认为那球奥赛压线了。哇，还想要再放短球，那又形成了出界球，现在平手了。那少谦是连拿了4分啊。是。好，回到这个平手的局面原点了。这球少谦也没回好，直接回到中场了。那红队当然趁机我就放了一个小球，手拉开推一个右前方的小球，少谦根本没机会了，砍了。线，再拉直线，再拉直线，哇！是这球 no， 这球少谦一点机会都没有。就算举手要求裁判判决，应该也是 no 的。stroke， 这球完全弹出来了，弹在这个洪瑞的身后。对，所以 stroke。斜线，直线，好，再给小球，少谦拉直的变线，哇！7比7。他出来跟裁判说明一下。哦，这洪瑞很有风度，说他那一球他是2次击球把球勾出去的，所以分数应该是要判给少谦。哦，对，所以现在8比7。好，逮到，还有对，但是洪瑞少谦他的反应很快啊，所以这球少谦可惜了，他想放一个低的险一点的，没想到就自己就失误了，因为他知道放太高你是放不死洪瑞的，他反应快，速度快，上去不但能救球，还能再砍你一个。小球，还是小球，对，但少谦这个小球很贴，他上去已经无法处理。好，8比9。直线，哦，这个直线下去之后，洪瑞他直接反应，就是给了他一个 boss，反正是一个好球，先拿下2个局点。好，准10比8。对，有2次机会。哇，这是少谦的 down， 所以在第3局最终洪瑞还是以11比8收下，现在局数2比1领先了彭少谦。是。
刚才看完第2局精彩的第3局精彩的比赛，之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在我看来，第3局邵谦体力可能下降，所以他不应该出现的失误出现太多次，至少有4到5次非压迫的失误，那才造成他第3局的落败。不然其实双方在第3局分差还是非常有限。是，当然第3局，洪瑞越打越积极。那洪瑞在先丢1局的情况之下，连赶了2局，那只要在1局就能成功卫冕，成为今年的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是。现在第4局比赛即将开始，裁判已经喊了15秒，要求选手入场准备进入第4局的比赛。那目前洪瑞2比1领先，所以势必邵谦这一局要挺住，退无可退的一局了。我说选手习惯都很好，进场都轻轻把门推上，我不是甩门或者用脚踹门，这个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比赛第4局0比0。对，他出手这错很聪明的，感觉是拉直线，突然给个 boss， 邵谦完全是愣在原地，这球是完全被骗到了，这球被洪瑞抓到了，对，而且给到一个斜线的长球直接压制在后场了。对，洪瑞一看就知道他放小球，对，等于说他一放他就冲上去了，直接扇你一个斜线，邵谦是根本没有机会去回防这一球的。我觉得邵谦体力应该是下降了。你看刚刚这一球，就在他面前那么好打，他还是当了，代表说他力道变弱了，角度没有做调整。哇，这球直接 nick， 对，掉到后场。有人说这是运气吗？运气当然也有成分，但是主要是你要有这个准度，你就能打那附近，你才有这个运气。看样子，邵谦是没有很强的战斗意志。哇，已经是连拿5分了，在第4局。对，放小球，挑，对，到后场去，再拨一个直线回来，斜线。哇，这个直线很好，让直接截击，洪瑞是完全够不到对。直接截击一个又深又贴又直的直线，一样，洪瑞还了一个同样位置，跟刚刚邵谦那球同样位置的球，小球，好，再放当，所以在第4局已经来到7比1了。所以我就说邵谦看样子是没有什么，他也不想抵抗，无力回天了。这球没有救起来。对，因为这球打太中间了，邵谦不费吹灰之力，往右边一拨就是一个小球。挑起来，直接截击，当，差一点点压在线上。目前3比8。哇！因为这球邵谦一回到正中间来，自己的身上所以洪瑞完全不需要做任何动作，只要举拍就有了，裁判会直接判了。这球一个反手的 volley drop， 很漂亮。好，那现在10比3，来到赛末点是冠军点了。是。哇，这一球最后是 down，所以在第4局
最终还是由洪瑞以11-3收下。虽然在比赛一开始先丢掉第一局，但是连赶3局的情况之下呢，还是以3-1击败了老对手彭少谦，也恭喜洪瑞再度成为了全国青少年在高难组的冠军。恭喜他代表幼华高中获得了高难组的冠军。对，好，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学习一下，待会我们来访问一下冠军选手。好的，我们在场边为大家访问到的就是洪瑞，刚刚打完冠军战，那一开始其实有一点点意外，先丢掉第一局，当时心里怎么想？心里就是觉得今天状态其实没有到很好，没有到很好 ，OK。对，但是要把后面的都稳住，发挥自己平常打的，就是要相信自己 ，OK， 要稳住。不过我们看到你今天其实在场上蛮活跃，几次这个劈腿救球，甚至胯下击球，是不是想要把你所有会的在今天的冠军战好好的展现出来？就是冠军赛，就是把自己放手一搏，会的全部都要拿出来。对，那后面3局应该觉得发挥的还可以，还可以，就是照自己正常的发挥。OK， 那当然我们知道你现在在这个阶段比如在青少年时期，在台湾应该是目前排名第1的选手，但可能大部分的选手还是没有办法威胁你自己如何在这个状态之下不断的求进步，毕竟好像没有人能打败你的情况之下，要自己进步会比较辛苦。那你怎么样去追求这个突破？对，我也觉得现在在台湾可能就是以成人的为目标，然后会自己想去国外训练。上次有去马来西亚训练，觉得学到很多。对，所以你接下来对于自己在壁球的这条路上是要想要成为专业选手吗？对，会想要成为那个职业的，想要成为职业。那接下来有什么目标吗？如果要往职业这条路来迈进的话，一定是想那个2028的奥运。对。一定是奥运为目标。那如果以2028的奥运为目标，现在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有做什么样的规划，可以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想要先把自己的水准提高，因为现在我在亚洲连续3场比赛已经卡在16强，没有进到8强3次了。对，所以想说先进入8强的，是我现在的目标。对。所以有计划的在未来这3年当中，好好提升自己的实力，对，看看能不能扣关这个奥运会。对 ，OK， 那我们也祝福你，但也希望你在未来的这个专业的壁球的运动员的生涯能够一路顺遂。那希望在2028的洛杉矶真的能够看到你出赛。OK， 谢谢你来接受我们访问。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欣赏完高难组的比赛之后，接着我们要为各位观众播放的是，国女组的冠军决赛，是由李幼琳对吴雨佳。我们现在看画面上穿浅蓝色，这位就是吴雨佳，她14岁，身高175公分，幼华国中9年级的学生，球龄2年1个月。平常是在北投运动中心练球，今年7月份我们在美国休斯顿参加世界杯青少年比赛的时候，吴雨佳也是我们的国家代表队之一。我相信上次的比赛，对他这个球技有非常大的一个斩获跟进步。他去年他是这个国中女子组的第5名，对，是他今年他就打败了
去年的第2名，现在和李幼麟去年的第1名来争夺这个冠军，代表说这次出国比赛对他是有很好的这一个经验，有很大的注意。对所以从一口气原本的第5名先在今年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冠军决赛。是。那穿深色衣服、深灰色衣服这一位就是李幼麟。她是那个名教练李嘉洲的女儿，是由李嘉洲教练亲自调教的。当然，她也是明治国中壁球队出身的。这个她是目前明治国中9年级的学生。这一次去美国，在1月份做选拔的时候，她很可惜她在比赛的时候，这阴沟里翻船输给了其他的选手所以她只拿到了这个组别的第5名，被排除在4名外，是有点可惜。那现在他经过这一阵子这个潜心研究，继续努力，所以球技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他现在是等于是卫冕去年的冠军，看有没有机会继续2连霸。不过2位选手其实在前1轮的4强赛都遭遇到一些抵抗尤其是这个吴玉嘉的部分是大战的5局对，哇，最后3比2才逆转击败了苏玉当时他在局数上一度是1比2的落后。是。那吴宇嘉他当然有他身材上的优势，对非常高挑，对他175公分，手长脚长，很多球经过他的时候，他都可以做个截击的动作，相对就会对对手造成极大的威胁。是。但是以击球的力道来说，李幼麟的力道是比较强的，那李幼麟就是要加强他人的速度，他人的速度如果可以跟上球的速度的话，他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因为我们壁球是折返宝，很多防御的动作是突然间的转身，你的核心要好，然后转身要快。然后到定位之后，在一个不利的状况之下，你还可以有力的击出这一球，让它稳定的打到我想去的位置，这样才能够有机会制胜。如果你只是追随对手的脚步，对一直在应付球，对，都被动被压迫着被打，这样是要赢球是有点困难的。好，现在40分钟热身时间结束，由他们转拍面来选择发球。看样子是李幼麟发球，吴宇嘉他要出来缓和一下，这是可以的，反正1分钟之内返回比赛就好了。那有些选手是热完身，他就希望接着就比赛，每个选手习性不一样，是。像幼麟他就是热完身，他就希望继续比赛的，那他就在场内继续热他的身，裁判也不会要求说你一定要出来。但是因为我们国内球场比较少，所以在比赛的时候，裁判也允许在中间这个间隔的时候让你继续热身。国外正式比赛是不可以的，是他中间90秒，他也不会让你继续热身。现在这一场比赛主审是吴怡珍小姐，那个 marker 是吴佩君小姐。现在介绍完之后，由李幼麟发球，0比0。这球压球过地荡，1比0。追球也是低了一点，是因为这一球它主要是李幼麟被吊开了，他球打回来中间来，吴宇嘉是先一个长球再一个短球，造成了幼麟的失误。好球，这一球打得非常险，刚好线上1公分。哇！幼麟以他的前进的速度，他是没办法处理的。这一球，洪瑞就可以了。一个前滚翻，再一个大跨步，大劈腿，就把球他说他刚刚是18般武艺都拿出来用了，是冠军战了，毫无保留啊。现在2比2，幼麟发球。那裁判已经喊了2次击球，所以这分是判给幼麟的。
但是后来经过吴宇佳的争取，裁判认为说这一球是一个不确定的击球，所以是最后给了 let， 他接受了吴宇佳的这个抗议。但是这一份还是由幼林拿下来了，3-2。在一个直线回防，再放个小球，好加速，对，但这个小球放的实在太高了，而且宇佳已经预判了这个球的方向跟位置啊，上去扇一个直线，对，反而反得分，3-3。哦，人高手长的宇佳哦，这球没有办法打到，因为他这一球他已经预判球路，过早移动他的重心，结果球不是在左边，是在右边，他再转身来不及了，放小球，但这个小球被吴宇佳识破了，回放个小球，反而得分。所以击球的时候隐藏自己的第一动作很重要，说骗动对手之后，让他猜测错误的方向再出手，才会比较容易得分。哦，这种隐蔽性在壁球上面是非常要求的。如果能够做到让对手完全猜不透你，是，那你的获胜几率会大大提高。是，像我们看羽球也是一样，对，戴资颖嘛，对，就是他是魔术师，对，球好像要放小球，你上来之后我就往后一顶，完全出乎你意料之外。现在5-5，幼林发球。哦，还来得及吗？可以，是再放短小球，哦，再上去，哇！但是刘林很聪明的，上去直接抓他的 stroke，结果裁判给了他的教练在后面非常不以为然，所以就做给了幼林的分数了。对，每人有每人的看法，因为他的刚才宇佳的教练，他的脸上的表情是说啊，我都已经退开那么远了，你才上来，怎么会给 stroke 呢？可是大家都是非常有风度，裁判判的就是最终判决了。对，哦，那现在幼林呢？7-5，僵持的情况之下连续得分了，是抽一个强而有力的斜线，哦，再放小球，再抽后面，哇，对，这一波的快慢的掌握是前面后面快的慢的，所以是调动了吴宇佳了。再互拉直线，突然给了个斜线，这球就有效果了。6-8。down 是，其实这一球不应该失误的，你稳稳站在那里，对，而且对手明明在前面，是不应该放小球的。你最好是拉一个斜线，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就他在前场，你还放了一个小球在他面前，而且还没最糟是没进。哦，所以连续的失分呢，又让吴宇佳把比分给追平。追平是郑教练说的，你必须要观察对手的站位，那你现在的位置，对方来的球的方向啊，来去做下一动的。对，然后你想把球打到哪里去，然后最好还隐藏一下自己的动作。你的所有球在对方其实很多预判的行进上，那你是打不死对手的，因为壁球毕竟它有弹跳一次，它不像羽球落地就结束了，它会弹跳的，所以对手的移位非常重要。突然给了个 boss， 哦，再回击手上的球，哦，最后放一个短的，但这球应该是没进哦，那没进之后呢，形成吴宇佳来到了10-8，对，有2个据点。打到后场，再放个小球，哇，对，他反而反超，对，小球完全没机会的情况之下，吴宇佳在第一局11-8收下，目前暂时1-0领先了李幼林。是。
啊，这中间90秒的休息啊，学生的2位选手的家长都热情在旁边加油，递水、递毛巾，都是为了自己的小孩。那教练也在旁边给予他最好的指导。啊，今年暑期的集训，啊，这2位选手就是幼林跟雨佳都有在参加我们的壁球协会所办的暑期集训，也是集训的场地，也就是在泰山运动中心。好，我们上午练习体能，然后下午就练习球技，集训了2个礼拜，这2个选手都有来，都可以看出他们都有长足的进步。是，就看谁发挥的比较好。啊，第2局比赛开始，0比0。哦，这球幼林没有回好，完全回在雨佳的手上，他顺势一推，因为他个子高嘛，这种截击对他来说太容易了，顺势一推就拿下了第1分。打到后场，好球，小球哦，做但前线是手长脚长，上去就捞到了。对，哦，是非常有力的。对，哇，又直接截击，对，一步就再到了加压，是，哦，很好，哦，现在你看身高优势，这个时候就彻底显现了。对，你放的小球不够低，他等于说从T点出发，一步就到了，跨步就打球。哇，再拿下分数啊，雨佳。啊，幼林啊，又发生失误啊，3比0啊。好，看这个雨佳又发挥他身高的优势了，弯腰手一捞，对，手一挡，除非你球很贴，不好处理，不然他都可以把球挖起来。那这一球幼林推了一个直线，质量是很好的。这球压线，2比3。呼拉直线，雨佳突然放了一个左前方的小球，幼林是抢救不及的。目前4比2，直线，这个直线非常的深啊，是很有压迫性。就算幼林已经准备在那边了，也是没办法把这球拉起来。顺势放了一个小球，高了一点，哦，所以幼林就是跨一步，再回放你一个，造成了雨佳的失分，3比5。3一个后面，对，这个位置太不理想了，对等于是主动权完全在雨佳的身上。他有手长脚长，跨一步，充分的时间看你在哪里，然后打到他想打的位置上。6比3呢？哇，真的，对，脚太长了。对，他是跨一步就到了。你这一球，说实在，刚才幼林那个 BOSS 已经算还不错了，对，落点也蛮好的，可他就是跨一步就到了。哦，这个身材的优势呢，在最近这几分呢是展现的，相当明显。对，当然身高不是像打篮球这么占优势，但是你一样羽球、壁球，你有一定的身高，就是一定会产生一定的优势。那游泳也是啊，你手比他长20公分，对不对？那滑出去的水跟手伸出去的距离就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从资料上看，吴雨佳比幼林高了快20公分了。哦，那 cover 覆盖的面积就不一样了。对，防御、杀伤，对，范围都比较大。哦，当然身高比较高的球员，有时候协调性的部分就会比较差，就是这个平衡要如何去抓，哦，就会是考验选手跟整个教练的一个训练。是，但这球裁判给的是 no land。哦，他认为说这一球是一个不好打的球，而且对方已经让开你主要的攻击路线了，所以你没有打，裁判是把 no land。这是我们这2天的比赛看到裁判判第一个 no land 吧？对，哇，这一次的比赛 no leg
几乎没出现嘛。对，第一次出现，裁判认为说你该打，你没有打就给你 no day 了。但这一球还是由吴以嘉拿下，对，就是5个局点。5个啊！吴以嘉的发球也有进步，那球发了又深又远，是不好处理的。而且他回击也打了深远，对，真的完全把幼林压在了底线啊，无法回击。所以宇嘉呢，在第2局持续以11-5收下，在这一场冠军战2-0领先了对手。是。经过2局接的比赛，目前是由吴宇嘉2-0暂时领先了李幼林。那经过中间90秒的休整，很快就要进入第3局的比赛。现在主审吴怡珍小姐已经在看码表了，准备要喊出15秒。哇，去年的冠军李幼林现在陷入到绝境了，那已经先输2局了，接下来是无路可退的第3局。那对于瑜伽来讲，哇，真的是长足的进步啊！去年全国赛是第5名，是。那后来也参加了世锦赛啊，当然是世青啊，算是世青。那现在距离全国冠军剩下1局，是。可见他世青赛对他的球技也好，心态的磨练也好，都有很好的一个磨练机会，等于说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对，真的出国看看，这个眼界会开啊。而且他不只是看看，还要跟各国的最优秀的选手来较量。没错，因为同样一球，我在国内看每个选手打都这样打，可是国外这选手他为什么这样打？这样打还有效果。对，那就是一个学习，一个进步。那我回来之后，下次碰到这球，我就改变打法了。哦，那国内选手就不知道，居然还可以这样打，他就赢了。对，就是一个进步。这球没有勾到。是，而且你看吴以嘉，他也是拼战精神可嘉，每一球他都会尽他的全力去追击。好，这也是他目前领先2局很大一个原因。好，幼林现在在第3局2-1，是，回了一个直线。boss， 你看这一球，幼林上去就显得有点吃力了。如果刚刚是这个角度，同样的速度，吴以嘉可能就捞到。好，这就是身形上的一个优势。所以你体型比较矮小的选手，你速度要更加快。好，这球来不及了。这一球幼林回的位置很好，又贴，又靠近左前方的墙根，所以宇嘉就算上去了，也没办法处理这一球。同样也是很不舒服的位置。对。这是一个被迫的 boss， 也没办法，这就没机会了。因为这一球幼林打的位置很好。最后的落点，当宇嘉要出手那个 moment， 他是贴边靠脚，对，就让你不好处理。像这个弹出来，当然就比较好处理。这球硬勾的，没什么机会。所以幼林再添1分，5-2。是，第3局目前看起来是有机会，对，领先3分。哇，对于幼林来讲啊，当然是对幼林这个发球发的不好，你就要注意对方前面的球了。你发的好，他可能是往后点，但你发的不好，他太多选择机会，他可能就选择放前场。刚刚幼林是站在原地的，这就好球，非常敢拼啊！打了一个线上1公分的位置，6-3，攻直线，再攻斜线，短球，
7比3。因为刚才吴宇佳上去，这球已经落地2次了，是没有机会的。这一球回击可惜了。宇佳追回1分，4比7。哇，可惜，好球。这一球一副要放小球的样子，但是突然最后出手给 BOSS， 反而造成自己的失误。BOSS 放小球，这个小球非常犀利，一切下去的尼克，幼林是来不及的。现在6比7，又追进了1分。斜线，好球！哦，拍拍手啊，直接打那个尼克的位置。8比6。这个阶级很漂亮，直接切下去得分。7比8。目前宇佳落后1分。这一球幼林没有处理好，没有截击，等他落下来，直接尼克就无法处理了。8比8，追平了。哦，那这1分是判给宇佳的，判给宇佳哦，所以现在宇佳是逆转了。对，他9比8领先了，因为刚才幼林站太近，已经妨碍到宇佳击球了。哦，可惜自己宇佳失误，这个反拍 down， 9比9。哇，出界 ，Gamble 有一个局点的机会。哇，这球居然打太高出界啊！所以幼林现在来到局点。对，但这个局点一定要掌握住。对，只有一个机会。看样子吴宇佳是一直往后攻啊，不给他机会。要把对手压在后场。哇，但是这个反拍失手了。对，所以在第3局，最终李幼林后来居上11比9收下，现在追到1比2，一局落后。好，前面经过3局的缠战，目前宇佳还是以2比1暂时领先幼林。幼林在第3局退无可退的一局，奋力一搏，以11比9拿下了这一局。现在经过短暂的休息，准备要进入第4局的比赛。裁判喊了15秒，要求选手要进场比赛。时间到，现在吴宇佳是2比1领先。幼林是拿下第3局，所以说第4局由幼林来发球。拉佛，刚刚幼林呢非常惊险呢，在大部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最后关头被追平，不过最后还是以11比9胜出。这个位置
裁判因为最主要，如果你认为有阻挡，要立刻举手跟裁判要求 please。因为幼林他也没有任何表示裁判不会主动帮他判。其实他可以试试看。对那一球是确实是有一点点机会要求 level， 他赶快回头举手跟裁判说 please， 就是要求判决，因为他只看裁判一眼，裁判就回看他一眼，分数就判下去了。是。所以这个是提供我们国内的选手要做一个参考。你觉得这一球对你有妨碍、有阻挡，立刻举手要求裁判判决，please 举手就好了。哇，又是在人高手长的情况之下，直接截击了。裁判认为这球是 level， 对，重新发。他是认为说是有阻挡，可是幼林也击不出所谓制胜球，那球看来是已经超过了他应该击球的范围。裁判说 let， 那就是重发。但是幼林很快抓下1分，现在3-1领先了。吴宇佳反手的截击，看样子是有很大的进步，是很长足的进步。只要你打到他反手好打的位置，他截下去都是10拿9稳。直线，现在互拉直线。对，吴宇佳这个反手直线拉了是非常深，又贴脚，那幼林就没办法处理。那3-3，这个出拍发力所以追平了。压太低，挡。宇佳现在领先1分。还有小球，哇！幼林这球没有办法带起来，是他幼林这球上去就晚了，手脚又不够长，所以说是荡。那球对于幼林来说是不好处理的。再放个小球，打直线，这直线非常成功。对，打得够深哦，一个弹跳就窜到那个脚。就算你已经到位了，也很难处理。6-3，直线。7-3了，因为这球也是完全挤到幼林反手的位置。不愧是 stroke。裁判没有给他认为幼林没有击球的动作，所以还是判给宇佳8-4，对不起8-3了。压太低了，是。这球比较贴，比较不好打，角度还是要调一下，因为这球已经很贴，不好打了，你还压那么低，很容易荡。直线、斜线。对，你看他反手又推了一个小球，这个位置对幼林来说很致命。这杀伤力太大了。对，因为他很多得分都是在这个位置产生的。出手，而且现在宇佳的发球发得很好。我们今天看他的比赛，大概转播了应该是3场了吧，他没有发一个奥赛球。对那我们看到现在宇佳已经来到了冠军点了，10-4，而且有6个。哇，第一个就顺利的收下，在第4局11-4恭喜吴宇佳在这一场国女的金牌战最终是以3-1击败了李幼林。那当然李幼林很可惜没有办法完成卫冕，那恭喜吴宇佳从去年的第5名一口气成为今年在全国赛的冠军，恭喜宇佳。那今年的大赢家是右滑。真的哇！不管在这个男生刚我们高男组、国女组，现在在国女组都拿了冠军。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来跟宇佳好好聊一聊。是。
场边我们就为大家访问到刚刚才拿下冠军的瑜伽。那瑜伽，我们刚刚在转播过程中就有提到，哇，你这一整年呢真的进步很多，从去年全国赛第5名，今年一口气拿下冠军，心情怎么样？非常的兴奋，是代表说我的训练有得到回报，然后有明显的进步，感到非常开心。对，那你认为这一整年，最大进步的关键在哪里？能够让你的幅度这么大？我有多了一些体能训练，是，每天放学回家之后都会进行跑步或是一些肌力的训练。对，我觉得这对让我可以撑过连续2场很激烈的比赛非常有帮助。OK， 那另外我们也知道，今年也去参加了这个世青，那是不是到了国外，见识到国外选手的他们的这个水准，也对你在经验上的帮助，或是在眼界上的开阔，是不是都有一些一定程度的帮忙？我觉得出国比赛还是最大的功劳，就是的确开了眼界，然后见识到不同的选手，是，然后也让就是自己说更想要往前追上其他的选手。对，那因为你的身材其实在台湾是蛮有优势的，你有170几公分。那当然相较于国外选手有很多跟你身材差不多，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他们的打法或训练的方式，为未来这条路上面是不是有很大的这个注意？我觉得就是还是要多跟国外的选手学习，毕竟国内国外的确是差了蛮多的。是，那你自己对自己在壁球上面有什么想法吗？这个你会继续朝专业运动员迈进吗？或者说你有其他的一些规划？目前当然就是希望把国内的比赛打好，然后多争取一些出国的机会，这样可以让自己见识更多，然后进步的更快。好，那也恭喜你哇！去年第5名，今年成为了全国冠军，那真的进步非常多。好，谢谢瑜伽接受我们访问。好，那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比赛现场。
好了，刚刚看完了颁奖典礼，哎，恭喜所有获奖的同学们了，真的辛苦了一整年了。最重要的全国锦标赛也完成了。对。那教练经过这2天，你看了是不是同学们真的进步很多？当然，经过这2天的参战，都充分展现了他们的球技跟他战斗的意志。跟去年比较的话，很明显，今年的我们青少年的选手都有很长足的进步。是。包括我们刚刚在转播过程中不断提到去国外见识，包括选手来接受访问的时候也提到，哇，去国外真的好像，突然升级的感觉 ，upgrade。对，我们从疫情结束开始，就是协会积极的辅导我们青少年选手都去参加国外的比赛。你像前年疫情刚结束，我们就去了泰国参加亚洲青少年嘛。那去年更是去了，澳洲的墨尔本，是世界青少年，中国大连亚洲青少年，在年底再去了。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4个地区的公开赛。OK， 是好，所以当然我们透过这些国外的比赛，让选手们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不管是经验、球技各方面。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壁球的基层的运动能够推广的越来越好，因为我们也不断提到，2028年就加入到了洛杉矶的奥运希望借着加入奥运的这样的一个热潮希望台湾的壁球发展能够越来越蓬勃。那我们也希望未来真的有朝一日能看到台湾出一位能够参加奥运的壁球的选手，而且可以拿到奥运的金牌。是好，我们期待。那也感谢观众朋友跟着我们2天的转播来看到我们台湾年轻朋友在壁球上面的努力，也期待未来有更精彩的演出。好，那当然在今天的这个转播工作到此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秉敬，以及我身旁。我们也很谢谢台亚公司，对，没错，这一次真是台亚，也谢谢泰山运动中心提供这么好的场地，在台亚跟泰山的配合之下，能够让我们这个比赛非常的顺利完成。对，那我是秉敬，那当然最感谢还是郑老师这2天陪着我们，跟我们做最精彩的解说的服务。那我们也期待明年再与各位朋友再会了，拜拜。是，谢谢，再见，拜拜。